穿越到洪荒与三清组成洪荒 F4，只因三清能听见我心声，从此洪荒的剧情彻底崩完了。给一本洪荒小说点了5星好评之后，周青青穿越了。好消息是还活着，坏消息是成为了一株碧莲。这特喵是给我干哪来了？不周山果然是洪荒第一山，能够让造化青莲维持在24品，成就这先天至宝之威。洪荒24品造化青莲。这24品造化青莲与我三兄弟有缘。我这是穿越到洪荒世界了，成为24品造化青莲了。这洪荒还有本地人吗？红花白豆青莲叶，1连3分，1连3分，一气化三清，化作各自的正道之宝，果然与我等有缘。完了，24品造化青莲是三清早期便寻找到的至宝，化为了3件极品先天灵宝。我难道要出师未捷身先死？周青青她只是一朵柔弱的小莲花，面对三清她能有什么办法呢？大兄，你的修为最高，便由你出手，将这造化青莲给我们分一分嘛。我想要那青莲之中的白藕，其中蕴含着祥瑞3宝，玄奥颇多。那我就要那莲叶好了，莲叶通臂，似有无尽清平之意，似乎与我剑心呼应。你们都分完了，那么这剩下的花朵便归我的。这特喵的，三清就是有病。好好的24品的先天至宝造化青莲不要，要个什么红花白藕青莲叶？三清脸上露出了些许的错愕，他们三清乃是盘古元神所化，天生高贵，大神通者那都得礼让他们三兄弟几分。那位存在不仅骂他们有病，甚至都对他们收取灵宝的事情指指点点了。三清彼此之间交换了一个眼神，便打算动用法力和无上神通来让那宵小之辈现出身形来。就在他们暗中涌动法力，想要动手之时，那道熟悉的声音再度响起在他们的耳边：太清老子，看你一头白发，装得跟老气横秋似的，可是至于用什么拐杖吗？那红花画来画去，不就是个盘龙扁拐吗？这玉清原石，这么一个威严的型男，用个3宝玉如意搞锤子，难道用的时候还要喊一个如意？如意，看我心意，恶心！这上清通天也是，杀气这么大，连自己的气运都影响了。清平剑可镇压不了气运，我这24品的造化青莲可是镇压气运的先天之至宝，等到错过了，你就后悔去吧。分了我也好，活该三清气运分割，兄弟相争，自相残杀。三清表面上8分不动，实际上早就动用神通扫向了眼前的24品造化青莲。果然发现这件先天至宝之中诞生出了灵石。嘿嘿嘿，大兄，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我们怎么会听到这造化青莲的心声？造化青莲，这完全就是在乱说。我们三清气运相连，怎么会兄弟相争，自相残杀？而且他还说我恶心，用玉如意哪里恶心了？我怎么可能去念什么如意如意看我心意这样的咒语？如意如意看我心意，快快显灵！我操！我也不知道这个心声到底是怎么回事，不过我只问你们一个问题：你们见到这造化青莲之后，知道我们所要获得的灵宝是什么吗？听着太清老子的话语，玉清原始原本坚定不移的内心瞬间动摇了。他的确是想要将那白藕拿到手，可是他还真不知道那白藕会化为3宝玉如意。造化青莲本身生出的意识，应该对自己的本体演化有着判断才是，说出这些话也许不稀奇，说不定就是为了让我们听到，故意放他一条生路。哎，快点动手吧，我等的花都谢了，早死早超生，快点让我解脱吧。大家诞生出灵石之后，都是想要长生正道，哪有上杆子求死的？这还真是第一次见。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我们推演这24品造化青莲与我等有缘，却也没有直接的说明这红花、白藕、青莲叶便是我们的缘法。说不定我们的缘法反而是这个造化青莲之中能够被我们听到心声的意识呢。大兄说的好像还真是这么一个理，万事有因必有果。而且我也想知道我们兄弟之间怎么就会演变到气运分割、兄弟相争、自相残杀的地步的。我认为还是将他留下比较好。同意，我也同意。既然我们意见相同，便不能在他面前表露出任何能够听出心声的异样。我会出手将其带回东昆仑，在咱们的眼皮子底下，想来应该能够获得更多的情报。只是这样子的话，我们又要用什么理由来将造化青莲带回去呢？毕竟在他的认知之中，自己可是要被1分为3的。放心，老道自然有理由。总算来了，3分还是8分都有你们了，快点吧。三清再次的听到了熟悉的吐槽的声音，差点就要笑出声了。他们倒是想要看看大兄要如何完成不杀的转折。咦，不对，造化青莲之中生出了意识，确实有其他的功德造化了，不能杀生。
嘿嘿嘿。咦，不对，造化青莲之中生出了意识，不能杀生。我勒个豆！特喵的，太清的修为果然比那两高很多啊！原始通天是真不中用啊，连姑奶奶都没有发现。太清，刚刚是我骂的重了一点，你不老，你才是三清第一，太帅了，总算是活了下来了。你今天救了我一命，等我化形之后，便给你念诵几句道德经做回报吧。什么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的，我高低偷偷告诉你几句。尽管只是简简单单的12个字，在太清心中却好像响起了晨钟暮鼓一般。眼见大哥眉角狂跳，便知道自己的兄长应该是对那《道德经》有所触动。大兄所言甚是造化青莲，乃是24品的先天至宝，能够诞生灵石，着实困难。既然如此，我们不妨便将其带回东昆仑悉心培养，好让他化形。咦，玉清也很上道嘛，总算说了一句实在话，我就不说你了心了。你还是那个型男，洪荒之中灵根化形本来就难，西方的接引道人和准提道人，一个先天苦竹，一个菩提古树，他们都仅仅是极品先天的灵根，怎么说我也是24品的造化青莲，先天之宝，比他们高了足足一个等级呢，难度更高好不好？洪荒西方，大量极致这边的外仗引起整个洪荒的天象变化。对于西方之地的了解，三清只能说是基本上不知道。结果现在周青青开口便说出了2位西方道人的名字，并且还叫出了他们的根脚。单从这个信息上来看，周青青说的话好像真的有可能是真的。哇，果然用剑的男子都是这样的飘逸，期待他拿诛仙4剑时候的样子。可惜了，这样的男子到最后却是一把剑都没有，也真是失败。诛仙4剑吗？我倒是要看看这个听起来便有至强至敏的剑会不会落在我的手中。东昆仑啊，这也是个好地方，洪荒的祖脉，希望三清给力一点，别让我混的都不如在不周山上。对了，我记得西昆仑的西王母那里有着天池之水来着，想来东昆仑怎么也应该和西昆仑差不多吧。三清原本都还在沉思的，没想到眼前的这小丫头便已经想起东昆仑的生活。这就是大罗金仙的实力吗？什么一个跟头10万8千里，完全就无法和这大罗金仙的遁速相比啊！哼什么10万8千里，我们一个念头的距离就不知道多少了。拿我们三清和玄仙相比，小丫头就是小丫头。玉清这用的神通应该便是纵地金光吧？踩着金光的确还挺酷炫。还算你有点见识，竟然能够看出我的神通。他本来还觉得周青青见识就那样了，可是现在却又觉得周青青眼光不错了。咦，那片山崖好像麒麟呀，好像是麒麟崖。不周山在龙汉大劫之时，本身便是麒麟一族占据，有个山崖像是麒麟，有什么大惊小怪的？三清无视掉周青青的大惊小怪，便要离开此地。咦，三清怎么都没有任何停下的意思？太清老子和上清通天倒是可以理解，怎么玉清原始都没有反应的？吃瓜的玉清原始忽然之间听到被提及，着实有点莫名其妙。大哥和三弟都能理解，怎么就他特殊了？倒是也有可能，原始现在是大罗金仙，发现不了麒麟崖的奥妙也是正常的。是麒麟所化的麒麟崖，其中应该有着他混元金仙的感悟吧？史麒麟的亲子不也是被原始收为坐骑了吗？大哥、三弟，你们不会以为这丫头说的是真的吧？史麒麟乃是龙汉大劫之中的霸主，他们称霸上个亮劫的时候，这丫头的意识都还没诞生呢，她能知道个什么史麒麟？呵呵，原始多说无用，你不一直都质疑小丫头话语的真实性吗？现在可正是你表现的时候了。哦，看来我小瞧玉清原始了，看来他还是第一个发现麒麟崖玄奥的啊！看太清老子和上清通天这个样子，想来也是没有发现其中的奥妙。麒麟崖果然漂亮，史麒麟本身便是麒麟一族的始祖，代表着开始。玉清原始也是一切之始，应该很容易便将眼前引动吧。玉清原始没想到自己有朝一日竟然还会被小丫头提醒，才会想到这样的方式。他没有见过史麒麟，不知道史麒麟的大道，可是从小丫头的嘴中，那史麒麟和他所修大道竟然也有一定的关联。叙述原初，一切之始，原始庆云，给我出！哇靠，这神通也太帅了，特效有点足啊！三弟，看这麒麟崖的迹象，好像真的是那是麒麟所化。大兄说的是，龙汉良劫之后，三族族长最终是个什么结果，他们三清都是不知道的。没想到其中之一的霸主史麒麟，竟然化身成为了眼前的麒麟崖了。太清老子和上清通天已经暗暗打定主意，下次要是周青青流露出对某一件事情感兴趣的心声之后，他们绝对不会像是现在这样拱手便将机会让出。天道为鉴，我麒麟一族从此不争霸洪荒，彻底的成为神兽一族。我史麒麟也将化为麒麟，主权天道。
玉清原始怔怔地看着眼前的画面，彻底的知道了龙汉亮劫之中史麒麟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而且还是得到了天道功德的祝福。若是将其搬回到道场东昆仑上，甚至能够让他们现在的道场的等级再上升一个层次。对了，小青莲刚刚还说这儿有着史麒麟亲子四不像，我便也将它找出来吧。此时他获得了周青青口中的好处，彻底的相信了他口中所说的不着调话语，神识扫动，果然是发现麒麟崖的一处空间之中有着一头异兽。咦，这就是四不像，果然是羊驼的样子，丑萌丑萌的。对了，我刚刚获取了一些史麒麟的始祖之气，刚好能够帮助造化青莲温养，便便宜他了。哇哦，这真是走大运了！我竟然还能有这待遇。行了，既然此心是了，我们也该回东昆仑了。24品造化青莲乃是先天至宝，我们可得赶回去为它准备一个适合生长的莲池了。哇哦，太清老子很有兄长风范吗？专门为我准备的莲池，那我就不客气的收下了。我想想啊，莲池的池底最好还是通天来出手。通天修炼剑道，在力度和审美这方面应该不需要太过担忧。不过莲池的选取最好靠近麒麟崖一点，麒麟崖为法脉祖庭，靠近一点对我修行应该有好处了。关键还是这个莲池的水，造化圣水、三光神水、功德之水，这些才是配得上太清身份的吧？太清老子忽然之间觉得自己的话太多了一点。修建一个莲池，3D 通天只需要动手，2D 原始甚至都不需要动手，而他这个老大竟然就要考虑什么造化圣水、三光神水、功德之水这样的东西。穿越到洪荒与三清组成洪荒 F4， 只因三清能听见我心声，从此洪荒的剧情彻底崩完了。哇，这就是东昆仑吗？先让我来安置好这麒麟崖吧。通天麒麟崖将会成为东昆仑的法脉祖庭，你便在它旁边建出一个莲池吧。好池当有好水。我勒个豆！大手笔啊！后天功德防御至宝天地玄黄玲珑宝塔所凝聚而来的功德之水，让我都有了一种土豪金的感觉。等我化形而出，怎么着也要去找一找和它齐名的鸿蒙良天池，到时候亲自的拿功德做事，必然拉风。后天功德杀伐至宝、鸿蒙良天池，它们本身都有着屏蔽天机的作用，除非真的是和他们有缘，不然都很难推演出来的。行了，通天，你可以将青莲放入到莲池之中了。功德果然是洪荒之中最为强大的东西，我现在神清气爽，比起在不周山上要舒服个100倍了。单纯的靠着我的本体吸收这功德和始祖之气的确可以，只是这个速度也太慢了，我得好好悟出修炼法门出来。哎，自己体悟也太麻烦了，三清就在这里，不好好的利用这份资源也太浪费了。等到我的意识成长到能够和他们沟通，然后选择拜他们为师不就好了吗？嘿嘿嘿。哦，小丫头想要拜师，这个想法很好，到时候无论他选择谁，咱们都不要心生芥蒂。大兄发话，元始和通天自然也是无法反对，他的身上蕴含着三清兄弟之间气运分割、自相残杀的秘密，绝对是不能放走的。如此下来，将小青莲收为徒弟，似乎也真的不错。现在就看看小丫头究竟会选择谁来拜师了。拜师的话，第一个选择的话，当然还是太清老子更好了。呵呵，你别说，这丫头还是看得准的。三清之中，我是大哥，这拜师第一个想的都应该是我吧。可我记得太清老子就收了玄斗大法师一个徒弟，我要是拜他为师的话，那个难度也太大了一点，不行，我被直接拒绝那也太没面子了，绝对不行。太清老子听着周青青的心声，便是一愣一愣的，他都已经决定开心的将周青青收为徒弟了，结果这个小丫头先诺了。大兄，看来你没有希望了，谁让你日后只收一个徒弟呢？现在好了吧，晚了。玉清元始倒是一个不错的师傅的选择，洪荒之中，他应该也是最护短一个的，也是能够为弟子出头的。不行不行，没有法宝，没有修为，没有弟子的三无真人黄龙，什么遭遇历历在目。元始要是不喜欢我，岂不是我也要遭遇到冷暴力？玉清元始傻眼了，仔细想想的话，像是他这种性格，好像还真的能够做出这样的事情来的。果然还是得上青通天嘛，他对于弟子应该是没有什么特别要求的，我只要诚心的拜师，总是能够成功的进入到他门下的。看来小丫头最终还是与我有缘。不过拜入到上青通天门下还是太有风险了，一个不小心说不定就被算计了，整天提心吊胆也不是个事情啊。算了吧，我还是别拜他们为师了。几个亮劫之中，
西王母好像没有什么事情，去他那儿说不定能够再苟一搞，稳健的度过这个亮节。西王母是洪荒之中少数的女性大神，想来应该会收留我。三清面面相觑，他们在这争夺想让周青青选择其一拜师，觉得她肯定会拜入他们门下。结果现在周青青在思索了一番之后，竟然是要找隔壁的西王母了。真要是这样做的话，他们三清的面子可就都丢干净。我们必须想出一个让小青莲留在东昆仑的办法，不然的话，他还真有可能改换门庭去那西昆仑那儿的。大兄说的没错，可是小青莲明显对我们三个都有着不同程度的偏见，不是很好搞啊。我倒是有个主意，既然小丫头对于我们三个都各自有着偏见，那么我们便一起将她收为徒弟，怎么样？小青莲由于种种原因，都是没有将我们三兄弟当做一个整体，更是断言我们之后会分割气运，兄弟相争，自相残杀。我们现在以三清的名义将其化为三清首徒的话，不就表明了我们的心迹了？通天，你这个法子确实不错，造化青莲本身便与我等有缘，我们以此为名头，强行让他拜我们为师，绝对不难。我现在便打算开启造化青莲的灵性之光，你们记得配合我。好，明白。穿越到洪荒与三清组成洪荒 F4， 只因三清能听见我心声，从此洪荒的剧情彻底崩完了。此造化青莲既然与我等都有缘法，我们便不妨都来助他一臂之力，点化其一番如何？点化真灵，三清竟然要出手帮我点化，总算是能够开口说话了吗？说话好啊，我都快要憋死了，嘿嘿嘿。点化乃是用大神通者的法力，强行的开启他的真灵之光，让他能够增加智慧，顺便开口说话，跟脚越好，点化的难度越高。在周青青看来，那是真的沾了造化青莲本身的光了。三清乃是盘古元神所化，自身本源清气更是无上神秘，真是赚大了！我必须得抓紧机会，将其彻底的化为自身修道之基。终于又是听到了周青青的一句夸赞，而不是贬低的话，三清的心中也是非常的欣慰。周青青发现自己已经打破了先天至宝和天地之间的桎梏，能够开口说话了。当然，其实也只是将神识化作声音发出而已。阿巴阿巴。承受了三清的好意，现在也该好好的道谢了。见过三位尊上，多谢尊上点化真灵，敢问尊上神明，青莲也好感谢一二。哇，我都知道他们是谁了，还得装着不认识。不过这也不能怪我啊，刚刚诞生出的灵石，要是都知道洪荒中的信息，怎么看都太扯了。我等为盘古元神所化三清，太清老子，玉清元始和上清通天。你与我们三清有缘，现在被我们联手点化，也该当我们的。是你，徒弟的，从此之后，你便为三清首徒了。我勒个豆！三清要收我为徒弟，不是太清、玉清、上清之中的一个，而是要让我成为三清首徒。不过对于我来说，还真是一件大好事。我要是成为了三清首徒的话，就算以后他们之间争斗，应该都是不算将我这个共同弟子给算计了吧？嘿嘿嘿，弟子见过三位师尊，有着三位洪荒顶尖大佬为师尊，看来我也不用去西昆仑找西王母了，可以安心苟在东昆仑长生不死了。无量亮劫之后，才是我的舞台。既然你入了我们三清门下，那么我们便给你取一个名字吧。你可有先天神名？名字？先天生灵，大多都是有着自己的先天神名的。24品的造化青莲，先天至宝，按照常理来说，的确是一个可以拥有神名的。我倒是想说我叫周青青，可是这名字听起来不够洪荒啊。可是我还是想要自己的名字啊，要不叫碧莲。可这我也不喜欢，好纠结。既然你入了我三清门下，成为我们首徒，便让我们三位师尊来为你起个名吧。你出生不周山，便可以不周为姓；不周并不圆满，便去一个不字，变为周吧。听见太清老子强行的将小丫头的神明的姓变为周，元始和通天便已经知道大凶的意思了。你的本体乃是造化青莲，我便做主，取中央一个清字，寓意万古长青。周青的确不错，只是听起来却不分性别。我听你声音，却是要在未来化形为女子，便唤作青青，从此你便叫做周青青了。哇哦，看来我和三清这的有缘，他们随意起的名字竟然和我的本名相同，而且还能有这样的寓意。这么一看，我所担心的完全没道理。周青青就是一个充满洪荒气息的名字。多谢三位师尊赐名，我便叫做周青青了。我们现在为你的师尊，现在便传你各自的法门，让你能够炼化灵气，成功化形。哦，
这么快的就到了传法的环节了吗？这也太好了！太清师尊现在修为还在大罗金仙，其他高深的法门应该也没有，能够拿得出手的应该便是那传承自盘古、蕴含着丹之大道的法门了吧？这么一想的话，元始师尊岂不是要拿出炼气精义了？通天师尊怎么说也得将压箱底的阵法也拿出来吧？想想就激动啊！这是我炼丹的法门太清基业神丹经，你可以凭借此淬炼出一颗体内金丹。这是我炼气的法门玉清金四炼气路，你可以凭借此法淬炼自己化形的身躯。这是我布阵的法门上清洞玄布阵图，你可以凭借此淬炼自己的周天经脉。多谢三位师尊，青青必然好好修炼，争取早日化形。拜师这么爽，还能有这样的好处，三清首徒果然不亏。你便按照我们所传法门修行就是，若是有疑问，你可以直接询问，自然可以指点你。青青明白，必然会努力修行。眼见周青青没有问题，三清也是顺理成章的离开了这里。他们虽然也想要一直待在这里，看看周青青还有什么情报没有透露，可是身为大罗金仙的他们也知道心急吃不了热豆腐。眼见三清都已经离开，周青青这才彻底的将目光放在了三清传下来的法门。在周青青的记忆之中，三清各自的弟子没有一个能够同时的掌握这3种法门，自然要好好的利用这法门来为自己化形奠定一个扎实的基础了。洪荒修行无岁月，周青青来到洪荒之后，彻底的认清楚了这一点，眼睛一睁一闭，可能就是1000年，也有可能是万载的岁月。就算经历了在他看来已经很长的岁月，可是他还远远没有达到能够化形的地步。3位师尊也是会固定的3堂会审，考校他的功课，像极了花钱请的家庭教师。而今天一如往常的教导过之后，周青青自顾自的继续运转几大功法修行，他的师尊们则是在一旁讨论着道法。哎，师尊们其乐融融的画面还是养眼的，趁他们如今都还没翻脸，多看一眼都是赚。哇，这就是红军正道成圣的异象吗？没想到我还能够看到这一幕。红军成圣，紫霄宫讲的洪荒这个亮节的大幕就要展开了。经济创造3000年之后，就在混沌将元神之大道，凡是有缘人来自受。众听到，真的是红军正道。三清听着从虚空之中传来的恢宏的声音，内心中发出了惊叹。穿越到洪荒与三清组成洪荒 F4， 只因三清能听见我心声，从此洪荒的剧情彻底崩完了。哇，混沌罡风、混沌雷暴，看我祭出后天防御至宝，天地玄黄玲珑宝塔，通通都给我防住。啊，就是这样，帅！元始和通天两个目不斜视，大兄的施法配上自家弟子的解说，不管怎么说都是有一种喜感。周青青可不知道自己中二的话语已经让三清集体失效了。紫霄宫外，红军第一次讲到不可计数的生灵盘踞，却显得井然有序。他们心中纵然焦急，但也不敢造次。哇，果然还是有着许多的熟面孔啊！那俩应该就是帝俊和太一了，果然是有着帝皇之气，一股子霸总的气味。那个抱着琴的，想来就是八卦文艺男伏羲了，身后的应该就是女娲了吧？见到真人了，好感动。这个独立在旁的，想来便是西王母了。真不愧是洪荒之中最为顶尖的女仙，真正的小仙女，爱了爱了。时间已到，诸位现在便可以进入到紫霄宫内了。哇，这就是童子时代的昊天和瑶池啊！果然大神通者对所谓的道童还是瞧不上啊，就是路过也将他们无视了。殊不知，现在被看不起的童子昊天，将来会在亮节之中掀起腥风血雨。不过我也没什么资格说他们，毕竟我的3位师尊便是其中最看不起昊天的。3位师尊之间的反目分明，也有昊天的影响。三清原本都是要在第一时间去进入紫霄宫中的，结果就听到了周青青的心声。为了让周青青口中那种情况不会发生，太清老子直接传音给2位兄弟，直接的放弃了立刻进入到紫霄宫的想法，反而是率先的来到了负责迎接他们的昊天和瑶池所在的紫霄宫大门边上。2位小童，我等为三清兄弟，此次来紫霄宫听圣人讲道，你们特来为我们开门。这是我平日修行炼出的7转金丹，便送给你们，聊表心意。这是我炼制出来的后天上品灵宝雌雄剑，我这里也有刻画的阵图2张。来者是客，3位老爷尽管入座就是。昊天和瑶池他们怎么也没想到，像是三清这样的大人物，竟然会给他们这2道铜赐宝。尽管知道这是凭借了红军的身份，
咦，三清原来在进入紫霄宫的时候还做了这件事情了吗？看昊天和瑶池开心的样子，现在应该没对三清产生怨怼，难道是在后面的日子之中产生的？算了，这也挺好，能结个善缘总是好的。不过马上就是最为精彩的争抢圣人蒲团的戏码了吧？冲呀！圣人机缘，大兄三弟，这我们可不能放过。如今紫霄宫中大能众多，但凡是有一丝的变故，必定会是牵一发而动全身。我们三兄弟联手，气运相连，必然能够占据一席之地，一起出手。明白。那蒲团有着玄妙。三位师尊果然强大，兵不血刃的就将这蒲团拿下了。如今三位师尊和和气气，三位一体，看起来就是一场盛景。能在有限的时间之中看到这个画面，也算是值了。周青青再次心中叹息，让已经占据了圣人蒲团的三清眉眼狂跳。这个弟子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一边赞誉他们，一边还要吐槽他们一波，委实不当弟子。我看看兄妹组在哪里？我记得女娲娘娘可是第4尊坐上蒲团之上的大能来着的。嘿嘿，伏羲表面上也是波动琴弦，可是其本身也是研究八卦和天机大道的，看起来人畜无害，实际上和我大师尊一般是腹黑的性格。还得是女娲娘娘，娘娘修行造化大道法则，这个大道可是3清大道之中排名在前10的大道法则。娘娘一出手，便知有没有，这一举一动果然都是充满玄奥。不用管我，那蒲团乃是无上机缘，将它抓住才是最重要的事情。这便是兄妹情吗？果然耀眼。这是帝俊要出手帮忙吗？周青青忽然发现帝俊手上忽然之间现出了一册河图洛书出来，似乎有着出手的意思。坏了坏了，要是帝俊现在出手，岂不是便能够和伏羲大建好关系？到时候也能够有理由让伏羲和女娲这先天大神加入到妖族阵营之中了。要是大师尊能够出手就好了。师尊未来的教派和女娲娘娘也有着很大的牵连，比起帝俊，我更希望大师尊能够出手啊！太清听到周青青的心声之后，果断选择了出手。大师尊竟然出手了，难道说大师尊早就看穿了自己以后会和女娲娘娘有所关联？看来是我想差了，帝俊和伏羲建立友谊应该不是在紫霄宫中。多谢道友出手。不用谢，我看你们兄妹之情甚亲，有所触动，这才出手。哇哦，没想到大师尊竟然还有这么兄长的一面，完全不是以后那副无情的样子，果然还是现在的大师尊好。女娲娘娘在落座的话，现在终于是要轮到倒霉蛋登场了吗？接下来应该是镇元子帮助红云坐上圣人蒲团了吧？找到了，红袍红发，这个应该就是红云了，旁边就是红云的好基友镇元子了，那散发着黄色光芒的应该就是他的半生灵宝的书了吧？虽然比不上大师尊的天地玄黄灵龙宝塔，可是也是极品先天灵宝之中的防御最强的灵宝了，有他的帮助，红云能够坐到这蒲团之上也就不奇怪了。周青青话语落下的瞬间，红云果然是坐上了其中的一个蒲团，比起常中的诸多大能来说，的确是可以称得上非常的轻松了。而那个将他送上蒲团的镇元子，竟然也是做了和伏羲一样的选择，没有去争夺那最后的蒲团。我勒个豆！不愧是洪荒之中速度最快的几个之一，我都没怎么看到这个速度，说你练习了2个半元会都不止啊！鲲鹏，紫霄宫中的其他修士见到蒲团已经被瓜分，都不再争抢。他们的确认为蒲团是一桩机缘，只是这个机缘到底是有多大，他们其实也并不清楚。眼下既然都已经被占据，也就没有必要大动干戈了。哎，你们果然还是没眼光，要是早知道这是圣人机缘的话，就算是拼了命都要争抢的吧，怪不得你们成就不高。你看着，等会就有修士会告诉你们如何正确的抢夺圣人蒲团了。来了来了，大的终于来了。穿越到洪荒与三清组成洪荒 F4， 只因三清能听见我心声，从此洪荒的剧情彻底崩完了。我们是兄弟，上没有老，下没有小，跋山涉水历经艰险，好不容易的来到这紫霄宫中，没想到竟然连个听到的好位置都没有。不愧是洪荒中最为无耻的准提道人，这份演技直接就是将紫霄宫的大能给糊弄了。三清只觉得自己的三观此时在这个时候都已经被颠覆了，他们很难想象出和他们一个境界的大能做出这样丢脸的事情出来，结果就是演技。准提道人果然狡诈，修行的是因果大道，在道果为因的这个事情上那是相当熟练了。
可怜红云自己根本就不知道自己将要会被利用而彻底的丢失掉圣位。不过也没办法，谁让咱们讲到的红军欠着西方的因果，西方灵脉被炸毁，也有着红军的一份功劳。红军也真是的，你要真想要还这个因果，大方的让给西方2人组就是了，何必如此算计？因果大道3000排行之中排名在前10之中的因果大道法则。这位道友，你就可怜一下，我们是兄弟，将这个座位让给我们吧。准提道人还真是奸诈。眼下坐在蒲团之上的这些存在，每一个都是道心坚定，根本就不会因为这样便被动摇道心，受到因果的影响。唯有红云这个老好人能够欺负一下。可怜红云现在让了这圣人蒲团于你，等到他生死的时候，你却想要赖掉因果，放任红云去死，眼睁睁的看着他生死道消，这完全就是在欺负老实人吗？嘿，我要是有实力的话，现在倒是可以帮你一帮，可惜本姑娘现在就是一个龙套，完全帮不了你。道友，你想要让红云让出蒲团，请求便是，何必用出这样阴私的手段出来，真不光明。竟然把我的因果之线给斩断了，这是……红云此时都是反应过来了，合着准提道人刚刚根本就不是在因为向道而哭，原来是在暗中出手，要将自己的蒲团给占为己有。三师尊竟然会出手阻止准提道人，这一段我完全不知道啊。不过出手的好，反正西方2圣以后也是会和三师尊结下梁子的，早点恶心一下准提道人也是不错的。多谢上清道友。三师尊出手帮着红云还真是一件好事，若是红云没有生死道消，想来也能够在三师尊以后遭遇危机的时候帮上忙吧。只是如今红云并没有离开这圣人蒲团，却不知道接下来的事情会如何发展了。反正红云就算下去了，也能获得圣人机缘，想来对于天道大事来说也没有什么影响就是了。让大家见笑了，我们也是求道心切，这才会动用如此手段的。上清道友说的对，我们要想得到这蒲团，就应该光明正大的出手。鲲鹏道友，便请你下去吧。哦，这是变成接引道人出手将鲲鹏给打落的戏码了吗？倒是也很合理，原本应该是准提道人坐上了红云的蒲团，然后直接出手对付鲲鹏，要为接引道人谋取一个蒲团。鲲鹏要抢回自己的蒲团的时候，又被二师尊插手阻止了一波。那句二师尊经典的披鳞戴甲之辈，师生卵化之徒不配与我等一起的话，应该也是在这里说出来的吧。二师尊和三师尊后来也因为此，两家弟子应该也是火拼了多次，造成了杀劫来着。那鲲鹏乃是先天神魔，根脚一流，我怎么可能会说什么披鳞戴甲之辈，师生卵化之徒？以此保守，接引道友。接引道人果然要比准提道人还要强。此时的玉清元始却忽然觉得自己的心情莫名的出现了变化，这巨大的鹏翅出现在他身边的一瞬间，一种发自内心憎恶之情没有任何来由便出现在了他的心中。玉清元始立刻便意识到，这应该便是周青青口中所说的那个结果。若是自己没有遏制这股冲动的话，也许这个时候便会主动的出手，帮助接引道人将鲲鹏给拍下蒲团了。他自己根本就没有认为什么披鳞戴甲、师生卵化就真的低级，也没有任何想要出手帮助接引的意愿。二师尊虽然有点自大，可是瞧着也确实不会是说出瞧不起鲲鹏话语的存在，我真的是误会他了。大哥三弟，若是刚刚我没有遏制那股冲动的话，也许会像青青所说的那样，主动出手帮助接引道人将鲲鹏给拍下蒲团了。元始是一个非常要面子的存在，他如果真的在刚才出手，甚至说出披鳞戴甲之辈、师生卵化之徒不配与我们为伍这句话，那么将来说不定还真的会维护自己的面子，将此事践行下去。二弟，你会凭空出现这样的情感根本就不正常，其中必有迹象，我们需要好好的查一查，到底谁能够影响到你。太清老子声音严肃，他们三清何等的存在，竟然能够毫无征兆的被影响，做出违背本心的决定。元始和通天对于兄长的判断自然是无比的赞同，能够直接影响到他们三清的，现在来看，好像只能是高高在上，现在正道成圣的红军。鲲鹏这回被赶下，可就没办法怪罪到二师尊和红云老祖身上了吧。玉清元始决定听到结束之后，好好的犒赏一番自己的徒弟。太清老子和上清通天此时同样萌生了一样的想法，三清此时也都是非常的庆幸，此回听到还好没有将周青青留在东昆仑，不然的话，他们怎么可能会有这么多的情报到手？如今蒲团也只剩下一个了，也不知道怎么分配。红军该不会要给西方二人组加一个蒲团吧？那样的话可就爆了。你们都坐下吧，从此之后座位便已经固定，不可更换。你们两个也不要站着了，既然已经到了前面，便也算有缘，我便多给你们一个蒲团。我勒个豆！
红军还真的这样做啊！这操作我给98.4分，因为有1.6。时间已到，开始关门。等一下再关。咦，竟然还有女修没有在规定的时间之中到紫霄宫吗？穿越到洪荒与三清组成洪荒 F4，只因三清能听见我心声，从此洪荒的剧情彻底崩完了。这不是后土祖屋吗？原来他在第一次紫霄宫讲到的时候便已经来了吗？不知道有没有进来，应该没有。有着确切的记载的说法，是后土祖屋在第2次讲到的时候才来到这紫霄宫听到的。要是几位师尊能够出手帮着后土娘娘进这紫霄宫来就好了。后土娘娘为盘古精血所化，也是12祖屋之中唯一的一个没有被大地煞气侵蚀心智的祖屋。不过我也没听过三清和祖屋有所交集，就连祖屋们打出盘古正宗的旗号行走洪荒之时，3位师尊似乎都完全没有看祖屋一眼。只是后土祖屋和其他祖屋不一样，它可是以深化轮回的存在，远没有其他祖屋暴虐。轮回大道，后土演化轮回，对于整个洪荒来说都是一件大事，而洪荒又是父神开辟出来的，我们自然是不能坐视不管。圣人容禀，紫霄宫门外的道友乃是盘古精血所化的后土祖屋，我知道此时时间已到，可否求个情，让他进来旁听？我勒个豆！盘古元神开始帮盘古精血说话了，我真是看错2师尊了。既然到了，那就是有缘。昊天、瑶池，放后土小友进来吧。红军赶快讲道吧，让我也听一听。这第一次的讲道，对于我的几位师尊虽然没什么用，对我应该还是有点启发的。诸位来到紫霄宫的有缘者，现在都是大罗金仙的修为，我便先讲一下大罗金仙之道，来为诸位夯实道基。首先便讲这大罗金仙之道。咦，果然是大罗金仙之道。不懂啊，算了，就当是在听天书了。讲道已经结束，你们有什么想要问的，尽管问就是了。红军的声音重新的响起，向着紫霄宫中的红尘客们宣示了第一次讲道的结束。立刻便有如梦初醒的修士们开始向着红军开始询问诸多的修行相关的问题。终于下课了啊！这也太好睡了，以后什么时候想要睡觉，就让3位师尊给我讲个道，绝对助眠。准圣之法，我便将其放在下一次讲到了。洪荒刚刚经历了龙汉亮劫，秩序混乱，我决定敕封几位红尘客业位来维持稳定。首先便是天下男仙之首和天下女仙之首，这2业位为至高业位，得之可统领洪荒男仙女仙。你们有谁愿意领这至高业位？当然，若是你们得了这至高业位，我也有灵宝赐予你们。红军又来坑傻子了。天下男仙之首，你红军不就是男仙吗？紫霄宫中现在的男仙谁有你修为高，得了这个业位的，自然就要受到你压制。红军心思大大的坏，天下女仙之首业位都不直接的交给女娲，好在洪荒的女仙不多，西王母也不用像东王公一样受到更强烈的气运压制。原来东王公和西王母得了这天下男仙之首和天下女仙之首这2只高业位了吗？圣人容禀，东王公愿意成为这天下男仙之首。咦，在周青青提醒之下，三清觉得眼前的东王公就好像是一个傻子。行，东王公，我便敕封你为天下男仙之首，赐你极品先天灵宝天罡罩。东王公，你节哀吧，这是你自己选择的道路，哥们真帮不了你。不过西王母竟然不是主动的去想要成为天下女仙之首的吗？这么看来倒是挺意外的。既然东王公为男仙之首了，西王母，你是西华至妙之气所化，和东王公分属阴阳，我便赐你先天极品灵宝西方素色云界旗，敕封你为天下女仙之首，统领洪荒女仙。合着西王母成为天下女仙之首是红军强迫的啊！看来以后有机会也能够帮一帮西王母。自愿的东王公就算了，西王母都不愿意，还如此的敕封，鄙视你！这天下女仙之首业位的确挺坑，不过西方素色云界旗还是好的啊，这可是创世青莲的莲叶所化而成的，若是5片合一，都能够成为先天至宝先天5方旗呢。严格意义上还是和我同源呢，绝对的好东西。先天5方旗，大哥、二哥，你们怎么看？既然是和青青分属同源，那么我们便想办法去从西王母那儿将那西方素色云界旗拿到手就是了。西方素色云界旗属金，先天5方旗必然是分属5行，要是将其都收集给青青的话，必然能够让他5行圆满，在太乙金仙圆满无瑕。
二弟说的不错，东莽公先不说，看来我们得想办法帮助西王母解决天下女先知守这个意味的隐患了。讲道结束，尔等可以退下了，等到下次讲道再来紫霄宫。见过3位道友，多谢道友帮我求情，我才得以进入紫霄宫中听道。我是祖屋后土，没有元神，不能推演出诸位名讳，特来道谢。鸽子，离得远看不清，离得近这才能清楚地感受到后土娘娘的体态之美，不愧是修炼肉身的祖屋，真是羡慕，我也想要有这样的身材。我们兄弟是盘古元神所化，与后土道友算是有所关系，这才出口求情的，倒是不用多谢。见过3位道兄，后土有礼了。岩石道兄开口帮我求情，对我有恩，不知道后土需要做什么才能回报这份恩情。哎，听后土的语气，他还真的是要来还恩情的。我记得二师尊还曾经往下传改编版的8九玄功来着，如今祖屋在这，岂不是刚好能够询问一下9转玄功？到时候我也能向师尊请教，修炼一番，练出最为完美的线条。可惜了，人家现在应该是一个完全对祖屋不知情的小青莲，根本插不上话。既然你执意回报，你们修行肉身，必然是修炼了9转玄功。我们3清都是盘古元神所化，不修肉身大道。不过弟子之中，说不定有适合修行此法的。二师尊干得漂亮，难道说原本的8九玄功便是这样的改过来的？9转玄功吗？没有问题，这里面便包含着我对9转玄功的感悟。几位道兄，以后可来不周山的巫族族地找我，我会将今日之事告诉诸位兄长的。嘿嘿嘿，紫霄宫讲到之后，应该就是师尊去不周山取先天葫芦藤了吧？穿越到洪荒与3清组成洪荒 F4， 只因3清能听见我心声，从此洪荒的剧情彻底崩完了。上一次在不周山，姐们还只是任人宰割的青莲，这一次我可是作为3清首徒回来的。如果我现在是大罗金仙的修为，此地的灵宝就都姓周了，根本不会有你们的份。记住，你们即将获得灵宝也得有我的一份功劳。这丫头什么都没做，便都要将功劳给占据，还真是个小机灵鬼。说起来，先天葫芦藤可也是混沌灵根来着，这么一看，和我境遇也差不了多少嘛。好在我诞生出了灵石，3位师尊又发现了我，这么一看，我果然还是幸运的，拿到。我才是洪荒之真正的气运之子，天命主角。看来咱们还是来得太早了，我能够感觉得到眼前有着无穷的以木之气在汇聚，应该快有灵根结果了，只是距离完全成熟，想来还是需要一段时间的。我们最好不要在现在破阵，等到它彻底的成熟的时候再进去，不然的话，里面的灵根可能要因为灵气不充足而出现损伤。竟然是这样的吗？原本先天葫芦藤之上应该是有7个葫芦的，最后的一个不知所踪。现在来看的话，似乎好像和提前打开阵法有着很大的关系。这是金雾化红术，是帝俊和太一两兄弟吗？大哥，你刚刚说的和你有缘的灵宝应该就在这里了吧？看我给你打穿它。先天至宝混沌咒，原来是太一吗？这个时间段的太一的确是战力最为强横的存在。这混沌中若是将先天葫芦藤之外的阵法给砸碎的话，那么最后一个葫芦岂不是成型不了了？3位师尊现在能够拿得出手来的，也就只有天地玄黄玲珑宝塔了。现在的手段对付火力全开的太一，应该也是没有什么胜算的。大哥3弟先天至宝我们也是有的，24品的造化青莲现在可在我身上呢。咦，差点都把他给忘了，他可也是真正的先天至宝。青青，现在就运转玉清金丝炼气络，我们要用你来抵御混沌中。哇，惨无人道，竟然要用徒弟的身躯来对抗先天至宝，究竟是道德的沦丧，还是神性的扭曲，能够让师尊们想到这样的办法的？哎，谁让我大度呢？就不追究你们的无礼了。这下子知道先天至宝的好处了吧？希望师尊们挡下混沌中，到时候记得我的好，赏赐我一个葫芦玩玩。嘿嘿嘿，没有问题，我现在就一转心法。太一，你还真是无礼，想要破绽，还得先过我这一关。我操，我真厉害，一下子就挡住了太一和混沌中。明明是我大罗金仙的法力起到了作用。玉清道友，真是冒犯了，我和二弟真没有见到诸位道友，是舍弟鲁莽了，还请道友不要怪罪于他，我替他赔个不是。太一，还不将混沌中收起，你还看不出诸位道友也是此地宝物的有缘者吗？知道就行，下次别这样了。
太医，你便和我在这一起，和诸位道友等着此间的灵根成熟，下次千万不要随意动手了。不愧是天帝帝俊和东皇太一，果然是这个亮节的真正主角，能够统合妖族的存在。天帝东皇，没有太一的混沌中破坏，看来先天葫芦藤上是要结出完整的葫芦来了。果然是7个葫芦，太一没有在最开始便将阵法破坏，葫芦全部成熟了。呵呵，这个紫白葫芦和我有缘，我便先拿走了。啧啧，帝俊现在拿着的这个应该便是以后的斩仙葫芦了吧？被他祭炼出来斩仙飞刀，威力可是非常的大啊！这个紫红葫芦和贫道有缘，现在便拿走了。99散破葫芦，红云老祖日后的招牌灵宝，原来就长这个样子。我记得他是将无量的红沙炼化到其中了吧？这个紫青葫芦和我有缘，我便拿走了。咦，女娲娘娘的葫芦，我记得是炼化了招妖幡在其中的，成为了妖族灵宝。这个灵宝可不能让女娲拿到啊，不然的话还是会和妖族产生联系的啊。不过现在那些和葫芦有缘的都已经将灵宝拿走了，这剩下的岂不是都和3位师尊有缘？最后成熟的那个葫芦也应该是落在我们手中了吧？这可太好了。青青，你为我们3清首徒，这个葫芦便赐给你，当做你的灵宝了。我勒个豆！3清首徒果然好，有灵宝他们是真次啊！诸位道友，那么下次再来我武庄观一起品人参果吧，我们便也走了。咦，这么快就走了吗？这里的灵宝都还没有取完呢。我记得这先天葫芦藤和藤蔓之下的9天息壤都是女娲的灵宝来着，怎么看样子他们都不来取？3位师尊看起来好像也没有发现，这可不行，我得提醒一下3位师尊，不能让这灵宝都留在不周山上。哦，我就说嘛，几位师尊怎么可能没发现这葫芦藤的神异之处？大师尊果然还是一如既往的强，当初能够率先发现我的意识，现在又能在女娲娘娘之前发现这葫芦藤的神异。女娲道友，这葫芦藤和9天息壤之中蕴含着造化大道的气息，我看你修炼的便是造化大道，这2件灵宝刚好适合你。原来这2件灵宝是大师尊送给女娲的吗？大师尊还没有成圣，都已经有了送灵宝的圣人心态了。当然，这灵宝是不可能白给你的。道友先前不是收了那紫青葫芦吗？我名下有一个弟子，唤作青青，你那葫芦刚好也是青色，我便想着和你交换这个灵宝。女娲道友，你看如何？我手中的葫芦藤和9天息壤，对于你以后的道途，绝对是要比紫青葫芦要重要的。原来道兄都已经收下弟子了，这灵宝的确有着造化之功，可是其价值却已经远超我的葫芦，其中情谊以后再还。咱们现在都已经各自获得了灵宝，不如便各自回道场之中，好好的祭炼一番。3位师尊，2个葫芦，这我该算到哪位师尊身上？不好分啊，不好分。这丫头完全是不知足，这分明是想要给他凑个3件灵宝，这算盘打得太好了。穿越到洪荒与3清组成洪荒 F4， 只因3清能听见我心声，从此洪荒的剧情彻底崩完了。2弟、3弟，如今宝贝到手，你们便说一说自己祭炼葫芦的想法吧。3位师尊现在要祭炼葫芦了吗？大兄，我的话3师尊还装啥呢？你现在看麒麟牙，不是就是想着将水火2气化为麒麟祭炼吗？葫芦一出，放出了水火2麒麟，对立的力量造成湮灭。不过说起来，2师尊这个葫芦应该是被他祭炼废了，我就没见过他用过几次。要我说，这葫芦之中，还不如学帝君一般，将剑气烙印都祭炼到其中。葫芦一出，无数剑光分化，不比水火葫芦强多了。哦，2位兄长，我打算将这个葫芦祭炼为万剑葫芦，汇聚无量天气于其中，铭刻我自身剑道。哈，万剑葫芦，3师尊转性了，不过转得好，这万剑葫芦听着就比什么水火葫芦有感觉。葫芦一出，万千剑气涌出，完美的符合我对仙侠的想象。帅，3师尊，听着这葫芦的名字，我就知道它能够取代清平剑，成为你强大的灵宝。哦2师尊的葫芦是什么来着？名字想不起来了，作用好像是用来运养灵宝的。该死，2师尊的这个葫芦出场的更是比3师尊的葫芦都少，想不起来了。要我说的话，既然是用来炼气，何不将其直接祭炼为阴阳葫芦？2师尊本身便是代表着太武之仙，元气之始，以玉清之气划分阴阳，以阴阳2气炼化万物，
这个想法非常不错。圆者本也，实者出也，先天之气也。大兄，我打算让葫芦化为最初阴阳未判之时，以阳大道叙述原始。20尊的葫芦原本应该就是阴阳葫芦吧？看来我真的白担心了，整挺好。二弟想法不错，我也觉得这个阴阳葫芦非常适合你。我这紫金葫芦的话，紫金葫芦还说啥？不就是被祭炼成了盛放丹药的葫芦了吗？完全浪费了一个极品的葫芦。听到周青青的吐槽，太清老子也不打算听周青青的建议，直接就是运转元神，开始想要推演出如何要超越2弟和3弟独属于自己的葫芦灵宝出来。大兄，炼丹葫芦就挺好的，要不就这样吧。就是要不大兄你就认了吧。乾坤葫芦如何？将一方乾坤世界祭炼到葫芦之中，熔炼万千寰宇。空间大了又如何？大兄不是还要用来盛放丹药？那要不祭炼成5行葫芦？5行大道的确排名在我祭炼的阴阳葫芦之上的，也是在3弟最开始的水火葫芦之上。只是单纯的5行葫芦，效果似乎也就比我们强那么一丝，可是也非常的有限啊。要我说，大师尊就应该将其祭炼为太极葫芦。不过，大师尊领悟太极是不是得等到获得太极图的时候？那没招了，这葫芦还是就当炼丹葫芦算了。太极，先天5态之一，代表着混沌未开，代表着万物化生。太清演化太极，夫道在太极之上而不为高，在6极之下而不为深。我这个葫芦便祭炼为太极葫芦了。大师尊原来现在便已经感悟到了以四太极的真谛了吗？原来是我小看他了。也是，大师尊毕竟注定只长太极图，现在领悟太极也挺正常。只是怎么就想到将紫金葫芦给炼化为太极葫芦了？难道是因为3师尊和2师尊的影响，一下子牵连出无数的变化？青青，此回你也2颗葫芦，你想要如何祭炼啊？我勒个豆！我这儿还有2葫芦呢。有着3位师尊做靠山，我这完全可以尽情发挥啊！我想想，那些书友们曾经想过的强大的葫芦是哪些来着？对了，首先肯定得是混沌吧。黑色一听就和混沌有缘。你的2个葫芦便交给你2师尊和3师尊帮你，尽管说就是。2师尊，我的第1个葫芦想要祭炼为混沌葫芦，劳烦2师尊了。信，我会在祭炼阴阳葫芦的时候帮着你收集混沌之气的。最后一个葫芦，你想好一点，你3师尊一定也会帮你好好祭炼的。青青，你尽管说就是了，无论什么葫芦为师都能帮你祭炼。哇，3师尊好有担当，可惜的是我还真没什么能够祭炼的了。对了，我以后要化形，造化青莲本身已经用不到了，那么祭炼出一个造化葫芦很有必要。3师尊，我这个葫芦祭炼成造化葫芦就行。行。自从交出葫芦之后，昆仑山难得的再次的陷入到了一片安静的气氛之中。周青青不用耗费心神去祭炼自己的葫芦，自然是继续的潜心修炼，缓缓的提升自己的修为。咦，这不是东王公吗？他竟然去这西昆仑了。这个时候来，难道是来邀请西王母加入蓬莱仙庭了？这加入蓬莱仙庭可不是一件好事，也不知道西王母最终答应没答应东王公。蓬莱仙庭，男仙之首和天下女仙之首的至高业位就是一个坑。东王公和西王母此次的遭遇，必然是会出现些许的变故的，说不定能够借着这个机会，帮着自己的徒弟将那西方素色云界气给拿到手。青青，我带你去见见世面。3师尊这是想要去西昆仑去看戏吧？难道3师尊在这个蓬莱仙庭剧情之中还扮演了角色？我勒个豆！东王公逼婚西王母，洪荒式逼婚，好期待啊！3师尊飞快点，别错过好戏！哇，这便是西王母的道场，果然是和东昆仑不一样的风格，有一种仙气缭绕的感觉。仙气，引装素果难道就仙了？上卿老爷，我家主人请你入道场说话。这应该就是西昆仑的看门兽陆无吧？真还是9条尾巴的大老虎啊！谁要以后和我说洪荒之中只有9尾狐有着9尾，我一定和他急。上卿道友光临西昆仑，西王母有失远迎，还望道友见谅。看来东王公真的在西王母这里碰壁了呀！想要来西昆仑和道友论道，没想到东王公道友也在，这还真是惊喜。我不会打扰到2位道友了吧？3师尊也是挺坏，看东王公的脸色，你还不知道打扰不打扰？那讨厌的眼神非常的明显，好不好？我看他都好像要吃了你的样子。上清通天道友，这是天下男仙之首和天下女仙之首的事情，我劝你不要随便插手。哇，好大的谱啊！东王公被封为天下男仙之首业位以后，性情变化这么大啊！3师尊可是什么都没说呢，结果都被这样对了。东王公，你什么意思？通天道友是我的邻居，是我的贵客，你怎么能随便侮辱？你给我走！
西昆仑不欢迎你。哇，西王母反应这么大，看来是被东王公给气坏了。能让东王公和西王母如此暴跳如雷的私事，该不会是逼婚吧？除了这个事情，应该没有其他的了吧？东王公应该是想要借助西王母之力，彻底的阴阳和合，提升修为吧？逼婚，阴阳和合。多 C 是东王公道友，你该不是要借助至高业位的名头，想要逼婚西王母道友吧？要是真的这样，我可不会无动于衷的。哇塞，三师尊目光如炬啊，竟然看破了东王公的目的，真是可靠啊！上清道友，此事我有点难以启齿，抱歉将你牵扯进来。上清通天，我是道祖红军亲自敕封的天下南仙之首，我已经在蓬莱岛组建蓬莱仙庭，成为仙庭之主。你虽然跟脚高贵，可也是个南仙，应该受到我管辖。你确定要和我作对？这东王公的心智已经被蒙蔽了啊！就算是道祖红军，现在也是站在我三位师尊这边的，比背景真的比错对象了。哼，东王公就凭你有多远便给我滚多远，昆仑山脉不欢迎你。哼。啧，你要是换个灵宝的话，说不定还会对我三师尊有点威胁。可是你的灵宝乃是纯阳剑，这玩意天生受到我三师尊的辖制，走远了你，东王公。三师尊万剑葫芦只是刚刚祭炼，便能有这样的效果。若是搭配上阵道，威力不知道得有多少，这绝对要比清平剑要厉害不少的。三清西王母，今日之事不会这么轻易就算了的，等着吧，我一定会回来的。学什么不好？怎么还学起了灰太狼？搞什么？我还会回来这一套。要不是你有着天罡照护体，你看我三师尊消不消？你就完事了。灰太狼想来是狼族的始祖一员，多谢道友仗义出手，要不是道友出现，我恐怕要为难很长一段时间了。对了，通天道友，你来昆仑山时，我们三县出了一个徒弟，是24品造化青莲的根脚，如今修为卡在金仙境界，需要连夜所化的旗子来凝聚武器。我勒个豆！三师尊不愧是三清之中最帅的那个，我也不会白拿你的西方素色云戒指。想来你已察觉这天下女仙之首业位对于你的影响，你想要解决现在的困局，你得寻找契合自身大道的至高业位。等到我正道成圣，有能力将敕令取出之时，我承诺亲自动手帮你彻底的消弭一切。如此便谢过道友了。此件事情有些繁杂，我准备好好的闭关一番。青青，你将西方素色云戒级炼化，融入到己身，便能够重新突破当前瓶颈，继续修炼了。三师尊，你就是全洪荒最好的师尊，心里永远为弟子着想，我对你的敬仰之情就如四海之水，滔滔不绝。你就炼化吧，我就在一旁帮你祭炼造化葫芦，有问题问我。跳梁小丑，不足为惧。东王公心性不行，打不过三弟，下拜铁掌蟹。的确，但凡有着想要超越他东王公的男仙的，此次应该都不会去那蓬莱法会上露面的。啊，我还以为有公费旅游的机会呢，结果三位师尊都不打算去吗？看来我是看不到三位师尊装叉打脸的俗套桥段了。东海现在可是有着诸多灵宝的，北方玄元控水旗什么的应该就在东海，三师尊的道场也在东海，蓬莱岛上也有着好处。三位师尊都不去薅东王公的羊毛，真是生活不易，轻轻叹气。我仔细想了想，东王公都已经专门的送了拜帖，我们要是不去，岂不是坠了三清的名头？若是他大肆宣扬我们怕了，那岂不是中了他的奸计？对，三师尊没有错，不去就是真怕了，得去啊。确实，三弟说的也没毛病，我们三清可不能让他们小瞧大兄，你怎么看？东王公诚心邀请，那我们便去一遭。对，太对了，老弟，走。我勒个豆！这就是东海啊！四海之中，东海为尊，更是被龙族当作是汇聚气运的地方，果然非同凡响。不过，我怎么感觉三位师尊的速度变慢了？他们没打算早早的就去蓬莱岛吗？三弟，你的道场还是感应不到吗？一点信息也没有，不好推演啊！师尊们在东海之上兜圈子，难道是感应到了金鳌岛？大兄，我感觉到了金鳌岛和我有缘，你帮着我推演一下它具体的方位吧。你感应个棒槌！什么时候轻轻说名字？你什么时候说有感应？三师尊果然是和金鳌岛有感应，我说对了。这个方向。三师尊还不动手干什么呢？这不赶快将金鳌岛外的十绝阵法破掉，我们好早日登岛。冤枉啊，大哥二哥，我还真没看出来此地的阵法，要不是晴晴开口，我可不知道这里有着十绝阵。不愧是三师尊，就算在大罗金仙，
破这个先天的十绝阵毫无难度，后来的那些弟子们破十绝阵都得绞尽脑汁，差距真大。好一出洞天，果然是个我。来者止步，此地乃我龙族宝地，其他修士一律不可染指。哈，龙族在这个时代之中，竟然都敢出面阻止三师尊进入自己的道场了？不是吧，这么刚？喂，小龙龙，时代变了，现在不是龙汉亮劫、先天三族称霸的时代了，你们这是活得不耐烦了。等等，金色蛟龙，这该不是后天极品杀伐灵宝金蛟捡的那2条蛟龙吧？三师尊，剑下游龙，是有龙，这玩意活着才能化为灵宝，死了太可惜了。不过应该也不用我说，三师尊应该会留他们一命的。三师尊果然留守了，这就是三师尊，果然看出了金蛟的特殊性。他看出个毛线了。诸位道友，金蛟是我派出巡海的蛟龙，我知道他们2个冒犯了诸位道友，只是可否看在我和龙族的面子上，宽恕他们呢？没想到你也是面子果实能力者。这位龙族道友，我刚刚没有将他们杀死，已经是宽恕他们了。他们2个要是主动的化为灵宝金蛟茧，供我驱驰，我便饶了他这冒犯之罪。不可能，我们可以赔礼道歉，可是化为金蛟茧供你们驱驰是不可能的事情。这是混元金仙的威压。不过不对啊，这个时候的龙族多数应该都是遭到了业力侵扰才是。看眼前男子的法术，应该便是青龙一脉的始祖，真正的青龙王。他在龙汉亮劫之时的修为的确有可能达到混元金仙，可是在这个亮劫之中，他必然已经跌境。青龙一定是装的，那是个样子货。青龙始祖是吧？你以为我看不清楚你的底细吗？业力反噬，你的境界早就已经维持不在混元金仙了，这个样子是要给谁看？我倒是要看看你有什么实力。大师尊明察秋毫，果然有一双慧眼。龙族早就不是昔日辉煌的先天三族了，真的想要请求，至少要拿出该有的态度出来。二师尊果然分得清形势。你想要动手，我可以随时奉陪。只是你真的能够撑得出我的剑道法则？动手还得三师尊来，上吧，挥剑的大哥哥。没错，我便是青龙，刚刚为了救下2位族众，行为过激了一些，还望几位道友勿怪。说话之间，他的气息陡然之间开始从混元金仙回落，跌到大罗金仙，然后堪堪跌到了太乙金仙，这才停止。我勒个豆！眼弟啊，我总算知道什么叫做青龙奖了，兄弟的演技很不错嘛。我勒个豆！眼弟啊，我总算知道什么叫做青龙奖了，兄弟的演技很不错嘛。这位道友，我们愿意化为金蛟茧供您驱驰，还请不要怪罪青龙王。龙王师祖是救我们星界才出如此下策的。你们不用为我求情，你们出手也是因为我让你们寻找龙族崛起的契机的，归根结底都是我的过错。就算你们为我求情，保下我的命又如何？用不了多长时间，我青龙也将彻底的被业力反噬走向灭亡，早死晚死都是一样的。濒死龙王为救下蜀挺身而出，这画面感动，好酷！要是换成道侣的话，那就是龙王归来了，这可是货真价实的龙王。龙王就是龙王，是正儿八经的业位，怎么可能有假的？这样吧，青龙，我们可以让你带走这2远古金蛟，只是你需要拿东方青莲宝色旗、南方离地焰光旗、北方玄元控水旗、中央雾土杏黄旗来交换，当然不是所有的4面，2面或是价值相当的都行。哇，大师尊你走的是暖男风格啊！无情绝对是大家对你的误解，谁要以后说你无情，我第一个不答应。都这个时候了，竟然还能想到5行突破困难的徒弟，换灵宝也行，不就是一把后天极品杀伐灵宝吗？小师妹，师姐以后亲自出手为你打造一把大剪刀，这金蛟剪咱不要了。大兄的意思便是我的意思，你们真要想活，那么必须用这些灵宝来换。青龙王，不要啊，我们2个不值得龙王舍弃灵宝来换。我勒个豆！猪队友啊，这下子就连想要搪塞的理由都没有了。不过青龙还真有东西啊，这倒真是惊喜了。东方青莲宝色旗，这就是我的极品先天灵宝，你们应该是从我施展出来的法术看出了灵宝的端倪了吧？这旗子便给你们了。哇，原来3位师尊早就看穿了青龙的法术了，就我一个修为低下的没能看出来，也是
就算是20尊、30尊都看不出来，大师尊应该早就胸有成竹了。我将3位师尊看得太简单了。青龙，你拿出了东方青莲宝四旗，我们的确是需要的。你以会员金蝎之威威压我们，本来就是要死。你若身死道消，这东方青莲宝四旗也是属于我们的。单单是这件灵宝，价值确实不够的。的确是这样，没错，颜值归颜值，价值归价值，这可不能一概而论。而且那用高傲的态度说出那样的威胁之语，我们可是被吓到了，精神损失费绝对不能少。这我自然清楚。南方离地焰光旗在南方不死火山，凤族的族长元凤手中，北方玄元控水旗的确在我龙族手中，只是我们龙族需要用此旗统合四海洋流，其本身关乎龙族兴衰，我却不能将其交出。我这里有12颗定海神珠，也是极品灵宝，希望能够替代北方玄元控水旗作为交换，不知可否？南方离地焰光旗在元凤那里吗？倒是挺合理。元凤身为凤凰一族的族长，没有死亡，而是去镇压不死火山去了。想要到手，等到师尊们哪天有空，去一波南方，说不定就能入手这灵宝。北方玄元控水旗果然是在龙族的手中，四海平衡关系着整个洪荒的洋流，水源循环。想要收回北方玄元控水旗，好像还真有点难。算了，难就难点吧，反正我躺平在东昆仑，总有集满的时候。可是我3师尊不久之后就要获得另外的24颗定海神珠，36颗的圆满的定海神珠代替北方玄元控水旗，可是绰绰有余，这可不行做啊！就算是顾念到我们的师徒情分，这都是亏本的买卖，我可没脸提出这样的请求来。我们要的始终都只是北方玄元控水旗而已。这12颗定海神珠虽然也为先天极品灵宝，却并不是我所求之物。你这定海神珠只有12，若是到了36颗圆满之数，便能够晋升为先天之宝，足以代替北方玄元控水旗运转洪荒水源。我会将那剩余的24颗定海神珠拿来，到时候换取你族中的北方玄元控水旗，你看可否？3师尊，你真是呜呜呜！我又想哭了。不过是看了定海神珠一眼，立刻便能够知道这神珠有缺。为了我，甚至直接愿意舍弃获得先天之宝的机会。那24颗定海神珠现在还在红军道祖的手中，根本就推演不出来地方。3师尊，你却愿意追寻那份虚无缥缈，这才是真正的师父啊！实不相瞒，若是定海神珠真的圆满，将会对我整个龙族和我青龙产生巨大的作用。若是道友能够凑齐36颗定海神珠，我青龙愿意做金鳌岛的镇岛神兽，整个龙族也将以金鳌岛为尊。道友可下指令驱驰族中任何龙族。这青龙好魄力，也是实在，他这是完全的将36颗定海神珠的价值给说了出来了。3师尊未来也在金鳌岛，若是汇聚东海龙族气运也挺好，亏的只有未来的师弟。不过没事，你的牺牲是值得的，师姐会记得你。可以，等到我到手其余的24颗定海神珠，自然会重新来找你。我乃上青通天，旁边的是我的二哥玉清元始，大哥太清老子，我们是盘古元神所化，自然是会说到做到。听着上青通天掷地有声的话语，青龙彻底的拜服盘古元神的跟脚，话语的确无需质疑，相信就行。穿越到洪荒与三清组成洪荒 F4， 只因三清能听见我心声，从此洪荒的剧情彻底崩完了。这就是混沌碎片所化生出来的岛屿，蓬莱、方丈、瀛洲，天然的形成了3才大阵。这样的岛屿给东王公真是白瞎了。三清道友，还请入席观礼，主上已经专门的给3位安排好了位置。专座，看来这就是针对3位师尊的第一步了，几位师尊可要小心。我们已经将黄钟礼奉上，3位道友可尽情品尝。快，几位师尊，赶快上座！这蓬莱法会真的是来对了，赶紧去让我尝一尝这灵果的滋味。哇，这么多黄钟礼都是为我们准备的。不对啊，这黄钟礼的结果日期非常的长，从混沌开始到现在最多也没超过100数。此事绝对有诈，东王公应该会在黄钟礼上做文章。虽然这黄钟礼似乎有些算计，不过完全不重要，我们可是来回应他的挑衅来的，要是不吃，岂不是让他都没有动手的理由了？大师尊果然早就看出来了，那我就放心了。道祖红军敕封我为天下南仙之首，主掌群仙宝路。东王公便于这东海蓬莱岛上立的仙庭，奠东方之圣域，做这天仙统领，大道纲领。我为仙庭之主，自然需要道友帮扶。昔日和我一起在紫霄宫听到的72位道友，已经愿意加入仙庭与我一起接济众生。
传单都市浪轩仙庭，我特意请了在紫霄宫中展露名声的三清道友，去了72颗黄钟礼，现在便劳烦三清道友一次，来为诸位道友庆贺。原来3位师尊是特邀嘉宾呀，还是颁奖的那种？不好意思，东王公，我们以为那黄钟礼是给我们三兄弟打牙祭的，已经不小心将他们都吃掉了，却是拿不出灵果来了。什么？三清竟然将东王公准备的黄钟礼都吃掉了？不小心，该不会是上清通天因为与我有私怨，故意给我难堪吧？且不说事情的真相究竟如何，你想要怎么样，尽管说便是。霸气，这确实像是二师尊能够说出来的话。现在这个阶段还能看到几位师尊互相兜底的画面。三清道友，我邀请你们来，自然是因为你们实力强大，能做这南仙表率。现在你们失误，自然也是该有责罚。如今仙庭出力，我又为南仙之首，自然得对尔等进行一番责罚，以儆效尤。你们只要和这72位道友道个歉就行了，也不需要多做什么。木公明鉴，正是如此。想要我们三清道歉也行，你们出手压过我们就好，不然的话，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总算到了打戏了吗？二师尊，给我好好的打一波东王公的脸。这剧情虽然老土，可是我很爱看。那我俩就向玉清道友讨教一番了。我赶时间，实在不行，你们便一起上吧。中二气息拉满，不过我喜欢二师尊就得这样霸气才是。气通始源，大道开合，一壶照收万物，阴阳自在其中。也是一件先天极品层次的葫芦灵宝，这些葫芦难道都是批发的吗？怎么三清人手一个？即使二神将放在洪荒之中还是能打的，可是要和我二师尊相比，那还是太不自量力了一些。当然，现在你们还能够和二师尊比划比划，等到以后可就真的没机会了。东王公，再不下来，你的72神将可就都要败在这里了。你确定真的要继续做壁上观吗？你该不会是想要保护你仙庭之主的威严，不敢下来了吧？南仙之首，笑话而已。哼！哇靠，这东王公不讲武德啊！这三才大阵一运转，完全有了主场优势，是个黄钟礼压压惊。东王公，我不动手，你还真当我摆设呢？哇，二师尊，舞台已经搭好了，咱们快点将东王公打败，然后就可以去抄家薅东王公羊毛了。东王公今天敢这么算计我们三清，明天就敢来东昆仑抽取祖脉了。这就是二师尊的神通玉虚开天掌吧，以玉清之气演化出玉虚功，坐开天势，怪不得能够在后面执掌盘古幡这件先天至宝。三清神通果然强大，是东王公失礼了，是我错了，让大家在这仙庭看了个笑话。好一个以退为进，东王公算准了现在3位师尊不会杀他，直接认错，不计较一时得失。二师尊可别被迷惑了啊！错虽然认了，他可真不带改的，下次还敢犯，可不能接受轻飘飘的认错，得让他付出代价。知道错了就行，只是犯错是需要代价的。你们也都听见了，东王公已经认错，但凡岛上修士，现在都给我从岛上离开，休怪我不客气。咦，这不是我的混沌葫芦吗？怎么二师尊这个时候拿出来了？我勒个豆！二师尊，我还是小看你了，我只想着薅羊毛，你倒好，直接把羊都给拿下了。行了，东王公，你算计我们三清的因果就已经结了，希望你能够通过此时有所悟。三弟大哥，我们走吧，该回东昆仑了。走走走，回家喽！这3岛都进入到了混沌葫芦中，那这些好东西是不是也都姓周了？嘿嘿嘿！大家稍安勿躁，蓬莱没了就没了，我为天下南仙之首，天运眷顾，适才我已经找到适合立派的洞天子府州，我们去子府州重开子府仙庭。东王公算计三清，反被三清抄家，直接搬走蓬莱仙庭。打不过三清的东王公，只好找红军主持公道。三清道友，我们可是听说了，你们去蓬莱法会大展拳脚了一番，逼得东王公都将蓬莱仙庭给变为子府仙庭了。要不是我忙着炼化我的99散破葫芦的话，我也和镇元子一起去参加蓬莱法会了，真是可惜。这个情景不就是开学上课之前的场景吗？看来大家都是一个路数啊。可怜的孩子，这葫芦应该是给东王公搞出心理阴影了。幸亏帝俊祭炼的斩仙葫芦不会在这个亮节之中出现，不然都很难想象东王公的脸色有多难看。哪来的这么多葫芦？见过诸位道友。
差距啊！东王公，你看看帝俊，表面功夫做得足足的，这回听到结束，人家就要自家天地夜位了，妖族之名将要彻底的响彻洪荒了。后土娘娘也是难呀，最后也只是只身上了这紫霄宫，巫族之中只有一个做到人间清醒，其中的重压可想而知。这回听到结束，巫族也要彻底的行走洪荒了吧？巫妖亮劫要开始了，洪荒彻底的要不太平了。巫妖亮劫，这盘古精血所化的祖巫们，竟然也要掺和到这天地争霸之中。时间已到，关闭公演。红军真烦人，出现都不带出声音的。委实对我的心脏不好，倒是他身上的气息更加的高邈，更加的至高无上了。进了混元圣境之后，修为都提升的这么快，这就是天道代言的魅力。宝宝，我想要突破个金仙，都得收集先天五方奇来艰难提升。资本，贴道。接下来，我便给大家讲述我的准圣之道。大罗金仙想要突破到准圣，便是需要斩尸。我的斩尸却分两种，其一为善的指，其二为过去、现在、未来。每斩一尸，大家对于大道的感悟便会更深一层。三尸皆斩，混而为一，便是我红军了。大家斩尸可以用自身拥有灵宝来斩，品级越高，效果越好。三尸化身本身也能够作为身外化身，帮助你们作战，妙用无穷。红军果然是没有讲这斩尸之法的缺点啊！想要做到完整的三尸合一，最好斩尸的灵宝同齐同源，如此才能更好的合一。不过大家斩尸也基本上没有三尸都斩的，我的3位师尊反正正到成圣都没斩完尸，倒是接引那个家伙拔过去，现在未来都斩了，是个藏着其身的家伙。等到斩三尸秘法进入到总纲之后的深度解读之后，周青青毫不意外的继续睡了。如果说上一次的听到周青青还能听一会，这一次他就是倒头就睡了，连分心去清点他混沌葫芦中的家底都做不到。大梦谁先觉？平生我自知，我周青青又回来了。道祖容禀，东王公有一事想要禀告。东王公，你的事情等会再说。紫霄2讲已经结束，我便在此立下玄门。图团之上者，皆和我有缘，须入我玄门。太清老子，你为盘古元神所化，根较高贵，我便赐你先天至宝太极图。从此之后，你便为玄门大弟子。玉清元始，赐你先天至宝盘古幡。上清通天，赐你先天至宝诛仙剑阵。三清思绪翻滚，青青所说的先天至宝终于出现了，太极图、盘古幡和诛仙剑阵一样没少。红军也是真的够坏，这是洞彻了东王公的想法，根本不给人家告状的机会。要是东王公先告状，然后再宣布玄门弟子，想必东王公的表情更加的精彩。现在就看看道祖会不会收红云为弟子了。女华，你今言造化大道，便为我门下师姐，我便赐你山河设计图和红绣球。红绣球虽为极品先天灵宝，可是若是有机缘，也是可以成为功德圣器的。知道，不就是正三婚吗？天婚、地婚、人婚一全，妥妥的完成升级。接下来可就轮到倒霉蛋了。红云道人、准提道人、接引道人，你们3都与我缘分浅薄，与我却是没有师徒之缘，入不了我这玄门。不过能坐上这蒲团，便是有着缘法，我便赐你极品先天灵宝9离壶，你且收下。准提道人，赐你极品先天灵宝加持神杵。接引道人，赐你极品先天灵宝12品功德金莲。这金银宝床与你有缘，便也一并给你。我靠，红军这手段真是高明啊！红云这个老好人性格，虽然没成为玄门弟子会有点失落，可是必然会因为接下来获得9离壶而惊喜。实际上，这9离壶虽强，可是其还有另外一个名字，便是炼妖壶，一下子便和妖族气运相纠缠了。又是和妖族有关。最关键的是，红云真不会哭啊！常言道，会哭的孩子有糖吃。你看准提道人和接引道人，就没有因为得了灵宝就开心，他们是真的能哭。圣人，西方贫瘠，我们长途跋涉，一心只为求道。我们自知根脚不如三清师兄、女娲师姐，不敢奢望成为入门弟子，还请道祖给我们一个记名弟子的身份，让我们聆听玄门真意。紫霄宫乃是讲道之地，哭哭啼啼像什么话？既然你们2个执念颇深，也罢，我便将你们收为记名弟子就是了，休要喧哗。我勒个头！这都行。东王公，我的事情已经宣布完了，不知道你还有何事？圣人容禀，我已经在子府建立仙庭，号召洪荒南仙进阶加入，已有众多仙神加入仙庭，录入仙籍了。我勒个头！好快的反应，
告状城汇报成果了。很好。既然东王宫也没有大事，此次讲道便也算完满。下次讲道便是圣人之道，紫霄宫将官尔等都可以离开了。穿越到洪荒与三清组成洪荒 F4， 只因三清能听见我心声，从此洪荒的剧情彻底崩完了。三气朝元，金仙中后期，我周青青终于做到了，我是天才。我可不能因为突破而骄傲，不然眼下三位师尊看我这么高兴，他们却不能突破，说不定都要给我穿小鞋了。我要克制，要隐忍，我的不鸣则已，一鸣惊人。嘿嘿嘿。二弟、三弟，此回听道完毕，我们便是有2条道路可以选择了，一个是混元金仙之道，一个是准圣之道，我们便来好好的讨论一下今后的道路。咦，我还以为大师尊他们都要直接的选择斩三尸之法呢，怎么现在开始准备讨论起来了？混元金仙之路最难，到目前为止，我所知道的做到这个地步的只有龙汉亮姐的3族族长和青龙，只是他们这个混元金仙是靠着整个族群的力量和气运达成的。我们3兄弟并没有像是先天3族那样的族群，想要做成这件事情很难。不过，我觉得混元金仙最好。勇敢三师尊，不怕困难。空间魔神杨梅、五行、乾坤、阴阳，他们转生到洪荒走的也是混元金仙。如今我们成为了玄门弟子，不去斩尸的话，似乎有点刻意。这个倒还真是，二师尊想得周全。三尸化身对于我们来说不重要。大兄，你不是有一气化三清之法吗？三尸化身这点战力也看不上，不是吗？就是，大师尊当初都是斩三尸修的最高的一个，结果自我尸都没斩掉，最后还得太上忘情。三尸的确不好，要是真不行就斩过去。现在未来三尸吧，学接引，不丢脸。三弟的想法当然没有错，若是考虑到青青所说的隐患，最好的选择当然是混元金仙之路。二弟的想法也没有错，我们不是玄门弟子还好说，现在我们都拿了道祖红军的先天至宝，就这样的抛开斩三尸秘法，着实不妥。混元金仙之路还是斩三尸之路，这是一个问题。大师尊怎么了？该不是犯了选择困难症了吧？成年人才做选择，要我选的话，我直接就是全都要，吸收斩尸秘法的精义，再融会混元金仙的道路，咱们自创一门三清秘法不就行了？反正不管是混元金仙还是准圣，都只是成圣道路的过渡。道祖红军能创造秘法，三位师尊也可以创，不是吗？这不也是符合师门传承吗？道冲而用之祸不盈，渊兮似万物之宗，错其锐，解其分，和其光，同其尘，战兮似祸存。哇，这不是《道德经》中的话吗？大师尊怎么有感悟了？这意思应该是大道无常有变吧？混元金仙和斩三尸之法都有其独特的好处，我们不妨将它们调和起来，重新创造属于我们的秘法。我勒个豆！还得是你啊，大师尊，思想境界就是高，除了你，我都不知道谁能想出这办法来了。对了，这个时间点的话，是不是到了帝俊发现天庭36重天的时候了？我记得三位师尊在正道之后，天庭好像安排了其中的3天给三位师尊的吧？不知道这会不会对三位师尊有用？先天之宝太极图，大师尊怎么忽然之间动用起这件先天之宝来了？难道是推演出什么来了？36天将要出世，我推演到其中一部分与我等有缘，我们便动身一趟吧。原来大师尊动用太极图是算到了36天的出世啊！也是，太极图乃是先天之宝，和图洛书仅是极品先天灵宝，能够算到也很正常。这么说，三位师尊要去天庭，带我，别忘了你们可爱的徒弟。对了，青青，我看你刚刚突破，也没什么事要做，就一起来吧。哦耶！诸位，随我上天，天庭建立，指日可待。接下来便是我们妖族之名响彻整个洪荒之时。自从紫霄宫一讲见到道祖红军敕封天下男仙之首和天下女仙之首这2至高业位之后，他便一直用河图洛书推演最为契合自己的至高业位，最终无数次的推演让他找到了这名为天地的至高业位。太一、鲲鹏，你们便随我一起去登上这最高天，见证我们大业的完成吧。哈哈，傻眼了吧？帝俊，你的确是比大师尊还早到一步的，可是我们是从上而下来的，你从下往上，自然不可能有我们快，这就是数学，一看你就没学好。诸位道友，
这上3天便是我们三清的了，确实不能让3位道友通行了。前方三清，天地进行，有那个感觉了。大罗金仙说这个话的时候，可比成圣后说然多了，比勃然。不好意思了，3位道友，这恐怕恕难从命，我有着不得不上天的理由。我懂，天帝嘛，自然是不希望自己上面还有水压着。不过我的3位师尊也有着他们出手的理由，看来真的要看一波斗法了，打起来，打起来！穿越到洪荒与三清组成洪荒 F4， 只因三清能听见我心声，从此洪荒的剧情彻底崩完了。我败了，我认输。我勒个豆！东皇太一还真惨，上回遇到了我和2师尊联手，这一回我和大师尊联手将太一放倒了。2师尊、3师尊可别落下，太慢了可不行。2师尊亲自动用了玉清神雷，威力果然不是盖的。你说你也是，原本诡计之中也没敢来找我们3位师尊啊，这是何苦呢？现在好了，白挨一顿胖揍。哇，坤之大，一锅炖不下。帝俊用河图洛书演化混元河洛大阵和通天交手的有来有回，可是看着自己的弟弟和鲲鹏这个样，心中暗叹一声，主动撤去了阵法。帝俊知道三清非常的强，可是能够强到这种程度，还是超出他预料之外的。三清道友，我们认输，这上3天天阙，从此之后便是三清所属了。没有道友允许，我们绝不会踏上3天一步的。哈哈，妖族身为这个亮节的主角，都要认输。我和3位师尊真无敌。行，青青你又无敌了，你永远都无敌。通天自己虽然非常遗憾没能继续破解混元河洛大阵，可是对方主动认输，他也没法说什么，只能等以后有机会再另行探讨了。看3师尊一脸遗憾的样子，该不会是混元河洛大阵没破解不爽了吧？别呀，以后33天可是要布置更加厉害的周天星斗大阵呢。你再上3天的话，可是想怎么破就怎么破的。大哥、二哥，咱们赶快去上3天看看。哎，3师尊态度变得怎么这么快？吃错药了。上3天的道运确实已经超过了大陆金仙，在这里修炼对于大陆金仙者也都有些好处。不仅如此，上3天的资源和洪荒大地不同，我看其中有着颇多神才可以利用。你们都先别说话，等等青青的表态。这就是3清天，3位师尊成圣之后都要来的地方。上清境、玉清境、太清境，3位师尊现在沉默不言，应该是这3清天对他有所触动了吧？3清天就是这个。太清老子在周青青昆仑山说，他们正道成圣之后才来，这上3天之后便是察觉到了。这上3天是有着些许奥妙的。等到现在青青开口说是3清天之后，就更加的确定了。就是上清境、玉清境和太清境，上3天彼此勾连成就3清天。我们的秘法现在便是缺少的，像是上3天一样成为一个整体。道祖有着斩3师，我们便也可以有3清天，有3清境，如此来感悟大道法则。原本他们俩也是将眼前的3天分开来看，当做是独自的个体的。可是现在按照大兄太清老子的说法，再看这上3天，然后他们再想想自己合力所创造出来的秘法，果然能够与这3清天一对应。原本困扰着他们的瓶颈，轰然之间便被打开了。3位师尊竟然真的创造出了突破的秘法，这也太厉害了吧！青青，这3清天以后便是你的洞府了。我勒个豆！3清天给我了，我都没有化形，这破天的富贵就有我的一份了。你是3清首徒，当然需要自己的洞府。这3清天势至高天，非常符合你的地位，以后就都归你了。你想要怎么安排就怎么安排，不信你问问你2师尊和3师尊，看看他们怎么说。我没意见。3清天的清应该是青青的青，这地方确实和你有缘。哦耶！未来的大房子也都有了，等我自己独立也算是有房一族了。3清首徒的待遇就是好，这上3天怎么着也算是天井房了，嘿嘿嘿！多谢3位师尊。很好，现在3清天就是你的了，我们现在便准备修炼秘法，你便在一旁好好观摩，以后破境便也可以用我们所创之法了。3位师尊联手创造秘法，这画面还真是美好。没想到我竟然还能见到这么一面，这才是最初的3位师尊。要是他们不分开就好了。天道大事不可逆，这些美好也都是梦幻泡影，我只能珍惜当下，能改变一点算一点吧。在时光的流逝之下，3清终于是突破了自己的大罗金仙境界，进入到了相当于斩1师准圣的上清境。在他们的构想之中，斩3师对应的便是上清境、玉清境、太清境。
这是融合了斩三式秘法和混元金仙法则之路创造出来的属于他们三清的秘法。哇，三位师尊境界突破了，自创秘法而且能成功，真的不容易。这就是他们羁绊的力量，我得赶紧恭喜他们，恭喜三位师尊境界突破，大道有望。上士闻道，勤而行之。我们不过是勤勉了一点，便突破了。青青，你也要勤加修行。三位师尊果然谦虚，要是勤勉有用的话，我怎么可能现在还这个境界呢？三清道友，帝俊来访。嚯，帝俊来了！这段时间也没有听到他宣告天地，看来还没有昭告天庭。这个时间点又来拜访三位师尊，他不是要来为成立天庭做最后的准备了吧？我猜他是害怕成为另一个东王公，怕三位师尊在关键的时候砸场子，此来必然是送好处贿赂我们来了。穿越到洪荒，成为三清首徒，三教大师姐。没曾想三清却偷听我心声，从此洪荒的剧情崩完了。上集说到36重天出世，三清抢走上3天，在三清天自创秘法，境界突破，帝俊求见。恭喜三清道友境界突破，正道有望。帝俊此来是为前些日子的冒犯来赔礼道歉的。最近我们打算在33天上建立天庭，有可能打扰到3位道友清修。嗨，不就是希望我们换个地方，不抢你风头吗？懂，快说补偿方案吧。道歉的事情就不需要了，当初斗法都是你我同意过的，上3天归我们，下33重天归你们。只是上3天我们却已经将其送给我们徒弟和洞府了，你们建立天庭的确打扰到他了，是得补偿。我勒个豆！三师尊，你说的太对了，你就是帅气和睿智的化身。三清竟然将36重天至高的上3重天当做洞府送徒弟了，到底是什么样的徒弟才能配得上这三清的大手笔？看刘家辈了吧，帝俊小老弟，他们的徒弟就在角落处偷偷注视着你，就问你怕不怕？能够成为三清道友的徒弟，这还真是得了大运。他需求什么，帝俊就算倾天庭之力，也是会帮他拿到的。能有他这样的徒弟，也是我们三清所运。哇，三师尊，你这话就是直球，好有杀伤力，我死了。帝俊道友，昔日咱们不周山处一起摘葫芦，必然是拿回去祭炼成了厉害的宝贝。我这弟子尚且没有功法的灵宝，不如就将那件葫芦灵宝当作是赔礼就行。哈哈，三师尊果然要了斩仙葫芦。不对，三师尊也只见了帝俊收葫芦的这个画面，帝俊的其他灵宝他也不知道啊。这葫芦被我祭炼为斩仙葫芦，里面炼化了一口斩仙飞刀，的确是适合功法的灵宝。给道友的徒弟传一句话，我希望33天和上3天能够和谐的相处。和谐，必须和谐，这个亮节我都不会在这三清天待着。现在跟着三位师尊他不香吗？我才不想一个待在三清天，太没安全感了。啊！斩仙葫芦初步祭炼完成，大成功！奶奶！宝贝虽好，可是没有用武之地呀。我在洪荒之中唯一的出手，还是用自己的身躯扛住了混沌钟。也不知道我这一堆灵宝什么时候才能派上用武之地。青青，我感觉你已经把那葫芦先天神剑炼化完了。帝俊给的这个葫芦功法如何？二师尊，帝俊的这个葫芦叫做斩仙葫芦，里面藏着一口厉害的飞刀，飞出去就见血呢。我的剑叫诛仙，你的刀叫斩仙。我倒要看看他这个威力和我的诛仙比哪个厉害。咦，难道说我无意之间挑起了三师尊的好胜心？只是这玩意打师尊不是和没打一样吗？青青现在才是金仙境界，你让他拿斩仙飞刀和三弟你比吗？你也不害臊。青青，大师尊给你推演一个合适的对手，来让你试刀，绝对符合你现在的境界。他们俩本来想打个配合，结果最终还是让大兄这个老登凭借着细节占了先手了。姜还是老的辣。多谢大师尊，家有一老，如有一宝，有大师尊在，走向都正常了许多。要我说，现在已经是靠近东昆仑地方了。要说凶兽的话，似乎只有开明兽了。这家伙现在应该还没被收服，正好我去试一试他的身手。开明兽吗？太清老子成功的捕捉到了这个信息。青青不仅仅提供了凶兽的身份，而且还大致的提供了凶兽所在的方位。太清老子立刻便觉得工作量大减。这边真的是开明兽，陆无是9条尾巴，开明兽是9颗头。大师尊的推演还是一如既往的给力。青青，交给你了。终于到我大显身手了，这可是我第一次亲自动手，可得好好表现。宝贝，请转身。宝贝，请转身。大哥，三弟，青青现在是在念咒吧？是吧？兄长，你没听错，青青念咒了。念就念呗，法宝念个咒怎么了？很正常的好不好？玉清原始气急，当初青青说他念咒如意，按我心意，快显灵，大家都一致说是恶心的，怎么现在都改口了？
这个宝贝，请转身。他有一种斩尽一切的睥睨之感，不错不错。若是青青今天是说的飞刀按我心意，快显灵的话，大兄和三弟说不定就成了另外的说法了。不愧是下一个亮节的大杀器，就算我是金仙修为，都能够轻易的靠此灵宝将这凶兽的头颅给斩下来。路鸦的修为可是准上，比我强多了。三位师尊，我已经试刀完毕了。我看这开明兽斩了8个头之后，有了一丝清明的可能。要不，三位师尊，你们看看能不能救一下？我记得他应该是那种没有彻底的凶化，还能转化为神兽的那一种。要是能去除凶性，那么让他看门，当个毛茸茸养着也不错。师尊们不在的话，我也能让他带着我逛一逛，和那陆武差不多。三清将周青青的小心思听得清清楚楚，自然而然的也不会拒绝自家徒弟的这个小子青青。这开明兽身上的魔煞倒不像是凶兽亮劫流传下来的，倒像是有谁故意引动的。若是真的凶兽亮劫下来的混沌魔神的怨念和混乱，并不是那么轻易便能驱除的。不是凶兽亮劫本身带来的，难道是罗侯引动的魔煞之气？道魔相争之后，罗侯炸毁西方灵脉，便彻底的消失不见了。可是却也没说他死了。灭世黑莲在3个亮劫之后还都会出现，罗侯自然也有着活着的可能。三清面面相觑，周青青无意之间又向他们透露了一些内幕，他们将这些通通的记在心中，说不定这些信息都会在某些时刻派上用场。行了，已经搞定，开明兽已经恢复清明。既然是青青你饶了他一命，开明兽就是你的宠物了。多谢大师尊，虎类果然也是猫科动物，就算在洪荒之中，这大虎也能当大猫养着，以后深夜阴谋的时候不用担心了。吾为太阳星主帝君，现在立妖族，凡是有灵者，不管先后，皆可为妖。我等妖族特在33天建立天庭，运转周天秩序，特此昭告洪荒。帝君行动好快，我们一走就昭告洪荒。说起来，这天庭建立，东王公又要遭殃了啊！等到天地帝君，东皇太一靠着立妖族建天庭的功德稳定了准圣的修为，马上就要对仙庭动手了吧？天庭竟然要对仙庭动手？仙庭和天庭的职能重合的地方太多，妖族又是亮劫主角，自然是要离庭扫穴，铸就天庭威名。仙庭的确是一个很好的选择。既然妖族是亮劫主角，此番应该会是一场胜利吧？可怜的东王公，面对天庭根本就没有什么还手之力呀！倒是可惜他那善师东华帝君也跟着一起陪葬了。等到后来转世成吕洞宾，才重新入了大师尊这一脉，也是令人唏嘘。看来大雄这会儿就出意思了，不然对不起青青透露出来的情报啊。看来有青青在，咱们3个也都是劳碌命。大师尊别这样笑，会起皱纹的。要是真变老可怎么办？你明明和2师尊、3师尊一样大啊！不要自暴自弃。青青，大师尊带你去看戏。这个话术为什么这么熟悉？好像3师尊也说过类似的话，事出反常必有妖，我得拒绝。大师尊去哪儿？去贼府。天庭和仙庭最近爆发争斗，我总感觉要大战一场了，要去看看。大师尊不早说是天庭和仙庭大战，我会迟疑那几秒吗？穿越到洪荒，成为三清首徒，三教大师姐见过大师姐。没曾想三清却偷听我心声，从此洪荒的剧情崩完了。上集讲到帝俊建立天庭，带领妖族对仙庭出手，青青则被太清老子带来看戏。斗法的确是好看，可是大师尊想要看这个，不是在东昆仑也可以吗？何必在这看呢？这不是东华帝君吗？这也被算计到了，大师尊也太厉害了吧！东王公注定要败在我的胸膛天地帝君的手中。东华帝君，你可愿意投降天庭？若是愿意，他日说不定也可以重新掌控9天10地，做天庭帝君。不愧是亮劫的主角之一，就算是不敌大师尊，也是没有丝毫的气馁，似乎都已经将其转变为前进的动力了。哼！我为东华帝君，你为东皇，各自都是尊贵，就算生死，我也要看看你东皇太一如何超于我。哼！东华帝君果然还是和东王公不一样，不过结果也没什么不同。接下来东华帝君将会彻底的败亡，最后留下不朽真灵。大师尊应该会将这一点不朽真灵留下，等到轮回建立，送他进入轮回，这才有了一段缘法吧。大师尊，太清道友，今天是天庭和仙庭之事，你为何出手？出手需要理由吗？我只是一个路过的太清老子而已。我为玄门大弟子，师尊亲自敕封天下男仙之首给东王公，因有一线生机，我只保东华帝君一个，其余之事我不会过问。看
来救东华帝君是大师尊早就定好的事情，只是如今细节改变了一下，导致大师尊出手了。眼见太清老子语气坚决，又有出手的理由，再加上自己实在是打不过东皇太一，最终还是选择了妥协。太清道友说的对，既然如此，我便饶这东华帝君一命。等到我以后变强，自然还是会去找到有你挑战的。知道自己灭杀东王公善师已经不太可能，东皇太一果断的从此的离开。经此一役，仙庭陷落，天庭将成为那个唯一的运转周天秩序的存在，制霸洪荒。多谢太清道友救我一命。我救你是因为推演到你和我还有点缘法。大师尊果然是算无一策，不然怎么会出现在子府？仙庭坠落已成定局，你便和我离开此地吧。东昆仑。东华帝君对现在的太清老子的确充满了感激，可是想到东昆仑中还有万箭穿心的上清通天，一葫芦带走整个蓬莱的玉清原始，还是有些许的不自然。东华帝君竟然觉得大师尊会带他回东昆仑，怎么可能？大家刚刚薅了一波羊毛，见了羊也太尴尬了。放心吧，大师尊会安排好的。太清老子心中一紧，他哪有地方安排给东华帝君？时间过得太久，都让他忘了眼前的东华帝君，严格的说是他们薅羊毛的羊罢了。自然不是东昆仑，你如今尚且还需要恢复，我自然是会给你安排一个和你这子府差不多的地方的。我就知道大师尊都安排好了，和子府州差不多，又能帮助东王公的地方，不就只有大师尊的道场守阳山了吗？你以为我猜不到吗？走吧，我现在便带你去和我有缘的一处道场，其名为守阳山，正好适合现在的你去调养修行，恢复消耗的本源。今日东华遭受变故，幸逢太清道友搭救，无以为报，愿意以道友为师，执弟子之礼。嚯，这东华帝君真的改变了，能够说出执弟子之礼的这种话来。不对啦，他这一拜师的话，我不就成大师姐了？要是吕洞宾这样的拜师叫我师姐还能接受，可这么大一东华帝君叫我师姐也不是不行，可是我还没做好当师姐的准备啊。东华道友，你现在修为与我相当，拜我为师也不合适，等我正道之后再来考虑此事吧。而且就算不成为弟子，道友以后想来也是能够帮上我忙的，倒是不用妄自菲薄。哇，果然想要拜大师尊为师难度很高，东华帝君准圣的修为都不收入门下，这我不就损失了一个准圣修为的师弟了吗？还好我当初没有一时冲动主动拜师，不然就真的成黑历史了啊！还是太清道友思虑周全，东华自愧不如。太清道友，紫霄宫三讲的话，我就不去了。天下南仙之手已死，东华确实不想去那紫霄宫了。嗨，我当是什么大事？又不是大师尊不去，放心，不去就不去吧，都没有谁会多提你一嘴的。我这里有遗物，原本是要在紫霄宫三讲的时候去询问道祖其功效的，如今我都不去那紫霄宫了，便将其送给道友了，也算是对道友出手的一点小小的回报。我勒个豆！这不是三生石吗？这里面蕴含着的可是姻缘轮回的力量。如今姻缘都在你蛙娘娘那，轮回的事情更是八字都没一撇呢。说不定以后我都能拿这个在洪荒让神仙们谈情说爱，三生三世十里桃花呢。行，这石头我就收下了，你便在这守阳山安心修炼吧，其余事情无需多想了。不是吧，大师尊这就要回了吗？这我出山岂不是只看了个戏，剩下的都和我无关？哪里无关了？不是得了个三生石了吗？大师尊实在不行，挖矿也行啊，这守山之童都能练这个轩辕剑耍耍了。青青，守阳山中我发现一条极品的铜矿脉，我已经想好了，用这里的铜脉给你炼制一些灵宝。哇，原来大师尊早发现了守山之童了，眼光就是好。为了锻炼一下你的法力运用，这整个矿脉就交给你来用法力挖走了，挖完咱们就回。我还是个孩子呀，这是压榨，三清都是黑心企业。自家徒弟表面上老老实实的搬运着铜脉，可是那心声之中，他太清老子都已经成为道德败坏、无恶不作的恶徒了。避免自己的心灵受罪，太清老子觉得下次不能用这个方法，将这个方法说给自己的二弟和三弟，让他们也尝试一下。作为三清首徒，拿着洪荒最好的资源炼丹，结果三炉炸了。我为帝江巫族的族长，12祖巫之首，空间祖巫。我为巨蟒，木之祖巫。我为入收，金之祖巫。我为祝融，火之祖巫。我为共工，水之祖巫。我为玄冥，雨之祖巫。我为后土，土之祖巫。我等12族，皆为盘古精邪所化，是为盘古正统。我等不拜天地，只尊盘古。巫族将正式寻找洪荒。我勒个豆！洪荒终于开始进入到巫妖亮节的序幕了，整个洪荒将不会平静了。怪不得我这6转金丹会炸，这是天意。见过给自己炸丹找借口的，
推脱到洪荒不平静还是头一回，三清觉得自己又学到了。这其他的族看起来不像是后土道友这样好相处啊。无族不修元神，只求肉身，他们玄功已经修到了8转，战力都相当于混元金仙，真要站起来，将会是比龙汉大劫更加强大的亮劫。看来亮劫注定要发生的，已经不可阻挡。如今紫霄宫第3次讲道要开始了，我们也该动身了。青青，紫霄宫第3次讲道马上开始了，我们要出发了。看看这紫霄宫3讲，红尘客来的比第1次的3000少了多少？洪荒的水很深，我真的把握不住啊！红军现在应该是身合天道的状态了吧？现在的红军应该已经发现3位师尊是自创秘法了，就是不知道他会是个什么心态。3位师尊一定没事的。老子元始通天，不愧是玄门弟子，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之中创造出适合自身的秘法，还算难得。哈哈，我就知道红军不能够因为什么正道这玩意怪罪3位师尊的，红军的那点心思还是很好猜的嘛。我等是受到了师孙斩30秘法的启发，这才有所感悟。师叔侥幸，倒是让老师见笑了。大师尊果然是专门擅长打太极的。秘法之类只是为我们正道成圣服务，最重要的还是正道成圣。如今我便讲述成圣之路，你们都仔细听好。啧啧，红军这就是睁眼说瞎话了。你现在说秘法为正道成圣服务，等会又要说圣人天定，正反话都让你说了呗。现在正道之路有3条，其1便是以力正道，其2便是斩3师正道，其3便是功德正道。法则正道又被吞了。虽然说这玩意严格的说也算是以力正道的一种，可是红军提都不带提的。不过这和我也没关系了。睡意袭来，宝宝要去睡觉了。周青青终究是没有抵挡住催眠大法，沉沉睡去。听见心声之中没有了周青青的动静，三清也是转回视线到了听道之中。天道之术9为己，同样也将诞生9位圣人。而我玄门自然要出6位天定圣人。三清乃盘古元神所化，具有开天功德，可成圣，赐下3道鸿蒙子气。女娲未来将会有一场大功德，同样可以成圣，赐你1道鸿蒙子气。接引道人和准提道人，你们西方也有点机缘，同样可以成圣，赐你们2道鸿蒙子气。红云，你虽然没有机缘入我玄门，却能坐在蒲团之上，赐你1道鸿蒙子气。我还有我。紫霄3讲已经彻底的结束，从此之后我将身合天道，此后没有道祖红军，只有天道红军。洪荒之中，除非有大事发生，不然我便不再现身。红军靠得住，猪都会上树了，信你还不如信我是秦始皇。洪荒中的猪有不能上树的吗？这个到底是信还是不相信啊？还有青青不是造化青莲吗？怎么成秦始皇了？青青真要成皇也不是不行，史麒麟的始祖之气也有，操作起来很简单。不过联系语境的话，青青应该是在表达对道祖红军的不信任。我既然已经合道，紫霄宫便将重新关闭。昔日几个亮劫的时间之中，我收集了很多灵宝，都将它们放在了分宝岩之上了。你们可以自行去取。2师尊到手的中央，雾起杏黄旗和3师尊的24颗定海神珠，可都在分宝岩上呢。大师尊、2师尊、3师尊，别讲面子了，咱们的先天至宝都寄出来，给我称。中央雾起杏黄旗到手了，青青给你。多谢大师尊。大师尊，宝莲灯。宝莲灯果然是和我有缘的，若是我记得不错的话，分宝岩中能够和我相关的宝贝应该没有了。等一下，那个是金石白莲，分宝岩中原来还有一朵莲台吗？不好，他要逃，原来他是破开虚空从分宝岩中逃走了吗？大师尊，及时雨。No， 青青，别让他跑了。完美了，我的分宝岩之行完美了。24颗定海神珠也到手了，青青，咱们到时候一起去龙族拿北方血云控水器。好耶，看来突破金仙的日子很快就要来临了。对了，3师尊，我看这分宝岩也是一件宝贝，咱们可不能忘记这个。师弟师姐拿了你的定海神珠，便拿着分宝岩给你凑合了。这玩意是大号的聚宝盆，能够让你财源滚滚，绝对比让你丢了小命的定海神珠强。这先天5方旗放到洪荒之中，那也是要成为先天至宝的。宝莲灯本身便是莲心，现在回到我的身上，终于可以突破到太乙金仙境界了。难道我是天才？ 3位师兄，女娲和兄长伏羲前来叨扰。
这个作为三清首图，24品造化青莲的小青莲，只能靠吞噬别的莲台来提升修为。我的三花聚顶真跟这莲花有关啊！好在外面的莲子也就那么多。12品业火红莲是冥河老祖的半生灵宝，12品灭世黑莲是魔祖罗侯的半生灵宝，12品轮回紫莲的后土娘娘建立轮回的时候出现，12品功德金莲现在在接引到人的手中，看起来最简单的似乎就是冥河老祖了。可是人家怎么可能随便的就将半生灵宝给我啊？我最好将混沌青莲的其他的东西也都考虑到其中，后面的境界可也都是坎啊！难道我会重新的踏上成为混沌青莲之路？这个难道岂不是要比师尊们正道成圣还要困难？玉清元始他从闭关出来之后，便是听到了自家徒弟在这儿默默的吐槽。青青，二师尊打算去不周山拜访一下五祖，顺便去幽冥血海拜访一下冥河老祖。你这太乙金仙的修行得靠着莲台，一起去看看有没有机会。二师尊竟然要去见后土祖屋，除了后土祖屋，其他祖屋我还没见过呢。那天就见了个虚影。二师尊这是为了帮我寻求业火红莲，这才说要去巫族的吧？顺便什么的，还真是嘴硬。你不来，我就自己去了。耶堕天 C。这就是幽冥血海了。说起来，幽冥血海还是盘古渡奇岩所化呢。冥河老祖不说，血海算不算二师尊的亲戚？父神开辟洪荒，身化万物。要是真按照青青这个算法，大家都是亲戚了，那可就糟糕了。冥河道友，玉清原始来访。我以为三清之中会来和我论道的，只可能是那执掌了诛仙4剑的上清道友，没想到却是玉清道友。哇，这个杀气，看来拥有这2件先天极品杀伐灵宝的冥河，更加想要和三师尊较量啊！道友杀气充盈，看来是要以剑论道了。论剑我虽然不如三弟，却也不是不能陪你。哦，上来就这么精彩，那就多谢玉清道友了。先天杀道的确不错，不过现在的天道可是见不得杀戮大道的。哇，二师尊好厉害！自从化形在血海之后，玉清道友，你还是第一个能够和我论道3000年的存在，我服了。路边有没人要的法宝？打完了。我动用了先天杀道的精髓，觉得能够杀天、杀地、杀众生了。冥河现在果然还是专注在先天杀道之上啊！明明现在一心为杀，却还能在娘娘成圣之后效仿娘娘，创造阿修罗一族。说起来，冥河不也是趁机抢走红云鸿蒙紫气的一员，在鲲鹏红云大战之中，暗中将99散破葫芦拿到手的那个？玉清道友此来，我幽冥血海应该不仅仅这么简单的吧？道友说的不错，我来幽冥血海也是为业火红莲而来，不知道道友如何才能将这件极品先天灵宝割爱给我？业火红莲，你都有了12品净世白莲了，竟然还想要我的业火红莲？正是因为有了12品净世白莲，这才想要寻求12品业火红莲。哇，好有道理，一下子就明白了呢。没想到玉清道友如此贪心，鸿蒙紫气，红云的鸿蒙紫气便可以换走这业火红莲。若是你觉得价值不够，我还可以再加。我一心向道，现在追求的也就只有这一个成圣之机而已。直接挑明红云的鸿蒙紫气，现在有二师尊在，就连出手都不想自己出手了。阴还是你阴？冥河道友，鸿蒙紫气是不可能的。就算是我将鸿蒙紫气放在道友眼前，道友想要借其成圣，却也是不可能的事情。天道不会允许你成圣的。玉清道友，你这是什么意思？道魔相争，道祖成就天道圣人，魔祖修行的是毁灭大道，走的是魔化洪荒的路子，最终败北。你的先天杀道是不是更加的趋向毁灭，趋向魔道？若是的话，你觉得先天杀道能不能成为天道圣人？版本削弱了啊，老弟，现在是天道版本，杀的不流行了。若是罗侯魔道的版本，冥河你绝对是圣人候选人之一。玉清道友此言大命，我从幽冥血海化形而出，便是抱先天杀剑而出。天道复我神名为冥河，幽冥血海除我之外没有任何生灵存活，这不就说明我注定是走上先天杀道吗？幽冥血海可是有其他生灵的，鸿蒙凶兽血赤黑纹可也在幽冥血海之中的，你只是没发现，可不代表没有啊。
道本无形，衍生万物，物所牵相，皆是义理，事无定法。天道也不会说让你一定就修行先天杀道。你觉得幽冥血海之中只有你一个？若是这血海之中尚且生存着你所不知道的生灵，又如何？幽冥血海绝对不会出现其他的生灵，若是有，我愿意将业火红莲双手奉上。我勒个豆！送了，冥河他送了。行，若是幽冥血海没有其他生灵，我便答应你去帮你拿鸿蒙紫气。那么接下来，道友就别怪我无礼了。你这是要？二师尊这是要动用盘古幡，卧槽，高射炮打蚊子，没想到我竟然能在洪荒中见到这样的大场面，这就是天地同乡。现在的师尊真要愿意，都能够毁灭幽冥血海，让冥河生死了。这个威力确定不是在威胁我将烈火红莲给主动交出来的这就是吞噬了接引道人三品功德金莲的血赤黑纹吧？嗡嗡嗡！冥河道友，你验收一下，这血赤黑纹便是你幽冥血海之中货真价实的生灵。若是没有问题的话，12品业火红莲我便拿走了。验收这个词用的甚妙，黑纹在叫，冥河坏掉。嘿嘿嘿，从此之后，我周青青根本不需要担心什么业力了。青怒火莲将要现身在洪荒之中了，颤抖吧！看来我对天道法理远不如玉清道友，这血赤黑纹的确是与我同源，我会收他为徒。玉清道友便高抬贵手，将这血赤黑纹给放出来吧。哦，文道人要被冥河老祖收为徒弟吗？这倒是挺好的事情。从此之后，你变为冥文，为我冥河弟子。文道人变成女的了，我忘了，吸血厉害的都是母蚊子。恭喜冥河道友收的家徒，都是托玉清道友的福，一世不凡二主。玉清道友，你说我修行先天杀道不行，不适合天道，那我接下来该做什么？一个字，继续狗。先天杀道的确不行，为轮回而杀，化身修罗还不错。现在血赤黑纹也化形了，以后培养培养，他是先天6重之一，完全可以成为6道轮回的出生道道主。如此一来，你们师徒都能够逍遥了，这不是非常美好的狗道？关键是师徒可以一起搞。继续狗，怎么听都是3个字吧？难道青青不识数？我的建议便只有1个字：等。好好的和你的徒儿治理这幽冥血海。幽冥血海本身是我父神盘古一部分所化，蕴含着大奥妙，绝不应该是现在这样的智慧之地。若是处理了其中的问题，你们自然是能够获得大功德。就算将来成为不了天道圣人，对于你们师徒必然有着无穷收益。哇，二师尊也好可怕，他根本就不知道这里会诞生出轮回，却也能按照天道法理讲出这样的大道理。这个等的建议更是和我的狗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多谢玉清道友，冥河必然静心的在幽冥血海之中修行，等待天地变革的时机到来。我也愿意和师尊一起治理幽冥血海，获取功德。如此最好。看来巫妖之间的斗法结束了，他们每次大战一回，我这幽冥血海便不平静一回。的确如此，魂魄现在才到，看来巫族也是回到不周山了。贫道打算去不周山拜访一下后土祖屋，便不在此地多待了。顺从天道，对天道法理有如此感悟的玉清元始，对后土这么关注，甚至帮忙，岂不是说这后土祖屋有点东西？你和我处理此间魂魄，咱们就听元始的，好好获取一下功德。昆仑山玉清元始前来拜访后土道友，还请通传一声。后土祖屋已经交代过了，我们祖屋刚巧外出狩猎凶兽了，稍等一会便会回来，还请贵客稍等片刻。这就是后土部落之中的大无大义了吧？不愧是后土娘娘的部族，没有发生什么一直穿云箭，千万无足围攻二师尊的乌龙剧情。小妹，看看我猎到了什么，2个妖兽的蛋。哇靠，这2蛋不是孔雀和金翅大鹏雕的蛋吗？怎么会落在祝融的手中的？这蛋可不兴吃啊，不能让祝融将这2蛋给烤了，要不我给师尊传言就说我喜欢吃，让他出手抢了，这也太不合理了，得赶紧想个理由。完了完了，孔雀和金鹏都要成为烤鸟了。我 CPU 也烧了，死脑子快转啦！祝融道友，这个蛋与我有些渊源，他们是我一道友的族众，不是什么妖兽蛋，而是凤凰蛋。二师尊原来发现了，吓死我了！要是眼睁睁的看着孔雀和金翅大鹏雕变为烤鸟，元凤姐姐那可就说不过去了。凤凰早已死绝，怎么会有什么凤凰蛋？你是妖族派来的吧？竟然不让我吃这妖兽蛋，真是该打！我勒个豆！竟
然说二师尊是妖族派来的，祝融祖屋还真是有才，你还不如说二师尊是猴子请来的救兵呢。祝融祖屋，这是后土祖屋的朋友，可不是什么妖族，您可千万别动怒啊！二师尊，教训一下祝融，这家伙可是撞断不周山的罪魁祸首，最后出手的虽然是共工，他关系也很大，赶紧趁机敲打。小心了，若是我的拳头落在你的身上的话，恐怕你会受不了的。我是盘古元神所化三清的玉清元始，不是什么妖族，想要动手的话，尽管来吧，我会奉陪到底。玉清元始，小妹子萧公听到的时候便说过的，好，只要你能战胜我，那2凤凰蛋便给你，大家交个朋友。你要是输了，那蛋也能给你，不过你可得不到我祝融的尊重。师尊选我，让我上，我炼化的业火红莲和南方离地焰光旗可都有用，盘古幡什么的太欺负他了，请务必让我来。青青，你不是初步祭炼了业火红莲吗？现在配合我，用火来战胜火，让他见识一下洪荒的其他灵火。二师尊果然懂我，没问题。二师尊，青青保证完成任务。玉清版青怒火莲，给我上。道兄，你这火玩的也挺好。哈哈，祝融现在这样，都让我想起小时候玩打火机烧刘海的画面了，这也太好笑了。承让了，祝融道友。祝融，你竟然敢抢走我的凤凰蛋！续接上集，玉清元始拜访后土，欲让其提前感悟轮回，获取轮回子灵，为自家徒弟提升修为。没成想遇到祝融偷凤凰蛋，被元凤逮了个正着。玉清道友，看在你的面子上，我便不和祝融多计较了。今日之情，他日自然会让他们自己报答。二师尊这一出手，金翅大鹏雕先不说，孔宣受了这份恩情，往后应该也不会用这5色神光，先天大神通打的玉虚一脉脸上无光了。多谢道兄出手，帮着我兄长化解了一次危机。祖屋不修元神，不识天数，没能发现那丹的玄奥。元凤道友之事，实属巧合。嗨，玉清道兄这样就见外了。3族姬屋的太阳真火，你的业火，元凤的涅槃之火，这洪荒州还有这么多的厉害火焰。那火焰可多了，除了这些，可还是有着万灵古意、焚天紫火、幽冥鬼火。这其中的2种，一个就在二师尊手中的琉璃灯中，一个在大师尊的八景宫灯中呢。啊，我还有这东西吗？分宝牙回去后都专注着修炼，没去管那些灵宝。祝融祖屋，火之大道并非你所见到的一角。除了这些之外，我们三清尚且有着能够焚山煮海的焚天紫火，探查万灵的万灵古意。既然你们东昆仑有这样的神火，我祝融以后定会去拜访的。玉清道兄是来找小妹的吧？我就不打扰了。鸟蛋没吃成，得重新列个食物呢。我这兄长性格一直如此。玉清道兄，我们便换个地方一叙吧。上次紫霄三讲一别，没想到再见之时，你们祖屋都已经彻底的行走洪荒了。这都是兄长们的决定。娘娘果然是祖屋之中最为平和的，可惜最后还是只能肉身化轮回，连屋都做不成了。轮回重要，得建立没错，可是好歹也保留一下娘娘巫族的身份啊！道祖的算计着实太狠了。肉身化轮回，后土舍弃了祖屋的身份，力之大道，土之大道，这些都是后土你不需要上紫霄宫听到便能够感悟的大道法则。除此之外，你是不是还隐隐有着其他的感觉？咦，二师尊察觉了什么吗？后土娘娘去紫霄宫是为解决巫族没有元神，没法演算天机的事情的，二师尊也给解决不了啊。我去紫霄宫只是为族中顾虑，除此之外倒是没有。我说的不是巫族，而是你自己。我最近元神感悟天道，却是觉得会有一件顺应天道的事情在你身上发生。我来找你，便是想要与我推演所印证。原来二师尊来拜访后土祖屋还有这样的缘由。天道的本意是复苏地道和人道的，顺天而行的二师尊，现在借着天道感悟察觉到后土娘娘建立轮回的事情，也非常的正常。也就是说，二师尊是要帮助后土娘娘建轮回了。我在天道感悟之下，后土你将在洪荒中建立轮回。轮回？我对轮回其实也只是知道一个名，不过我却知道哪儿能让道友有所感悟。来后土部落之时，我曾经去了幽冥血海拜访了冥河老祖，他是一个非常热情好客的道友，我和道友一起出去走走如何？敲重点，热情好客，冥河老祖那是真热情，上来就送了我们1朵12品的业火红莲。那就走。说走咱就走啊，你有我有全都有啊。玉清道友、后土道友，欢迎你们来幽冥血海。我带后土道友来，是因为后土道友有些大道需要借助跪地感悟，特此来拜托老祖。
放心吧，幽冥血海就是祖屋们的第二个家，别说后土道友，就是12祖屋都来，我都欢迎。就是这样，冥河老祖果然是深得狗道精髓，颜色拉满了，敬你。平文是我的弟子，也是血海之中的生灵，对于幽冥血海非常的熟悉。后土道友来，尽管找他就是。让你徒弟接待，自己不来碍眼。冥河老祖会来世哦。我以为幽冥血海没有什么生灵，没想到这里竟然还有这样的变化。后土道友来此，对于轮回可有一些感悟。我的确是有些感悟，却还没有达到感悟轮回的程度。不过我觉得此地和我有缘，是和我有着大关联的。这边先行谢过玉清道友了。轮回大道法则怎么可能说一说就感悟？需要的是时间的积累。后土娘娘现在能够提前知道幽冥血海已经是很好的改变了。说到底，娘娘要想避免肉身化轮回，确实得先将土之大道修炼到极致才行吧？是有点着急了，轮回大道感悟绝不是一朝一夕之功，急切不得。幽冥血海后土道友之后可以常来，慢慢感悟此间造化。昔日万寿山武装关镇元子说要邀请我们三清去那儿吃人参果，道友不如和我一同去万寿山转转。好耶，能去吃人参果了，隔壁的猪都馋哭了。冥河道友那就告辞了。胡儿，以后和后土祖屋相关的事情就不需要和我汇报了。你我师徒以后说不定都得指望后土祖屋了。巫妖争霸本来便看不清结果，我以前觉得妖族有着元神，善于算计，应该技高一筹，现在却又看不清了。万寿山果然是神仙洞府，长生不老神仙府，与天同寿到人家。后土娘娘这随意的一夸，应该是夸到了镇元子的心上了吧？不过咱们还是不要商业互吹了，一边吃人参果一边吹也是可以的嘛。哈哈，土之祖屋后土亲口说我这万寿山是神仙洞府，这我可得将其记下来，挂在我的武装棺之上。可惜的是，这仅仅几个字，确实得补齐才是。容我思考一番，不如就写长生不老神仙府，与天同寿到人家吧。我勒个刀！原来武装关外的对联竟然是出自二师尊吗？怪不得以后镇元子听到一说就是去二师尊那里听的，还有这样的渊源。那猪偷吃人参果的时候，镇元子可不就是去二师尊那听混元道果了？玉清原始道友果然道法卓绝，就是这两句了。两位道友，我现在就去给你们打人参果吃。现在可没有什么清风明月，镇元子都得亲手来为我们摘果。哥子，这黛玉吃人参灵果，品地仙人参，这小日子舒泰。不对呀，我这一直都没有滋生，这人参果不会没有我的份吧？这个作为三清首徒，24品造化青莲的小青莲，跟师傅来武装观做客，人参果竟然没有他的份。接上集，玉清原始为帮助后土提前感悟轮回，获取轮回紫莲，来找镇元子借地书，帮后土提升直大道。镇元子道友，你执掌地书，对于书理地气、土之大道都有理解，不如给我们展示一下你的大道感悟。我所修道法皆从地书之中所悟，是我修道根本。这都和我看电影差不多了。地里山川，大地的脉在其上面以图像的画面直观的显示了出来了。就算祖屋没有元神，能够清楚的洞察这样的变化，对于后土娘娘应该都是有所得的。镇元子，等到以后建立轮回，算你小子一功，这可是别人都拿不到的功德。可惜以我的道行，接下来到了准圣阶段，却也有点难以演化下去。是吗？这也太可惜了。镇元大仙怎么不放了？这最关键的地仙界不都还没出来吗？你可是靠这个成为地仙之祖的，可别说你现在还不会。怪不得大兄总是谋定而后动，有青青在，他是真的能后动。我看两位道友现在颇有遗憾。原始我倒是有一个不成熟的想法，镇元子道友现在的领悟演法已经到了一个极限，以你对于土之大道的感悟无法进行了。后土道友的感悟和你有些相同，同样有些不同，不如你们来一次联手演法。联手演法？可是镇元子道友修的是元神大道，和我有所区别，想要联手恐怕有些困难。如此的话，我们便是要寻找其中一个共同点去做就行了，例如联手去开辟一方世界。哇哦，二师尊这是要教这两位世界之道。昔日父神开辟世界，镇元子道友秀丽乾坤便是此理。你们联手的话，都演化开辟自己的世界，然后便自然能够有新的领悟。玉清道友说的好像很有道理，这个做法值得尝试。二师尊还是有两把刷子的，你们好好听我二师尊的，就这样开辟世界就行了。不过还有一个问题，开辟世界倒不是不行，可是这我们去哪开辟啊？镇元子道友都能练就秀丽乾坤的先天大神通，就没想到眼前有着开辟世界的好东西吗？地书防御无双，蕴含无量地气，正好二位开辟世界。还得是你，玉清道友，我们现在就来。后土道友，我们现在便
在这地书之中合力开辟一方世界出来。我勒个豆！没想到我还能看到镇元子和后土祖屋一起创造地仙界，这还真是20尊的功劳。地仙之祖，我登上了地仙之祖的至高越位。我的九转玄功突破了，土之大道的领悟也加深了。九转玄功的突破对于每一个祖屋都是非常困难的事情，能多一转，实力便将出现一个提升。神躯越是强横，肉身化轮回之时，可能就不需要彻底的舍弃肉身了。对于后土娘娘来说是一件大好事。这人参果本来是刚刚落下，在武庄关吃，味道最好。不过三清道友和12祖屋都比较忙，这回就带一些人参果回去吧。人参果味道的确好，希望别被西方算计的推倒了。不过我那三清天上的三光神水，一个亮节能够回去很多，到时候多分你点。后土道友，此番分开，你若是有问题，自可来我东昆仑找我。多谢玉清道友提点，此番闭关之后，我也多会去幽冥血海的，想来此去会有新的感悟。二弟，你的表现很不错。幽冥血海本身也不是亮节主角，他们那边的变化仅仅只是小事罢了。关键还是后土祖屋这里的小改变现在还不明显，若是积累到一定程度的话，自然是会引动大事的发展的。那我们接下来要做什么样的尝试？巫妖都是亮节的主角，如今二弟在巫族那儿进行了一些尝试，接下来就是轮到妖族。天庭了，通天，接下来就是看你了。我们需要找影响妖族走势的一些事件，参与到其中了。也就是说，现在就看青青那儿有什么想要在妖族中改变的事情了。接下来的日子，玉清元始最终被赶去闭关了。他行走洪荒，对于大道法理同样是有所感悟的。这些感悟需要消化，才能化为自己的境界的增长。太清老子则是坐在一边，进入到推演的状态。他要花费心力的进行更多的推演。通天自然是乐得如此，指点自家徒弟修行的，也是乐此不疲。他就等着大兄推演妖族的变化。今天依旧还是教导青青的一天。最近妖族气运有波动，似有上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大师尊说这段时间气运波动，可能会上涨吗？要是上涨的话，应该便是天地帝俊、东皇太一和西河、长西2位太阴星君的联姻了吧？天婚的话，应该是和女娲的红绣球相关。他们想要达成，必然是要找上女娲道友。我会去不周山找女娲和伏羲道友，不会让女娲道友去做证婚之事。至于三弟，你就去源头将这个可能性给斩断吧。那我就带走青青了。大兄，你去凤栖山应该不需要青青吧？走吧走吧，谁让你需要做的事情多呢？青青，我准备去星空天界采集星辰之精，你要跟着一起来吗？去，当然去。三师尊是不是还需要太阴之精？我们都可以趁机去太阴星看看了。我天天仰望，想要看月亮之上的月桂树呢。咱们便去遨游星河，好好的看看这混沌星辰。Go！ 够吗？青青是这开明兽一个不够，还想要在星空天界找一条狗，这倒是也得额外留意一下了。我勒个豆！这他喵给我干哪来了？师兄此来没有带着青青吗？青青和他20尊去星空天界采集星辰之精炼剑去了，下次一定带着他。女娲道友，帝俊特来拜访，还请道友与我一见。小妹，帝俊的话就别放他进来了，你传音给他，我们正在闭关论道，正在关键的时候，不方便见他。道友，你说对吧？看来伏羲道友的太乙大道修炼的的确不错。天地帝俊此来是为了让师妹去促成天婚的，倘若天婚一成，妖族气运大涨，师妹也会和现在的妖族产生牵连。我来的确就是阻止此事的。小妹正道成圣之前，的确不宜和巫妖二族有所纠缠，你来阻止我们，是又帮了我们一个忙。区区天婚功德而已，不是什么大事。帝俊道友，女娲闭关正值关键时刻，确实不好与你相见，道友还是请回吧。女娲道友，此事事关道友天婚功德，对于道友你应该也有一些用。不好意思，眼下闭关正值关键时刻，就算是天婚功德，却也是不行。帝俊道友还是请回吧。既然道友闭关，那么我便在凤栖山外等着道友闭关出来了。既然天帝想在外面等着，那就等着吧，咱们只管论道就是。我敢说，咱们的天帝陛下连1000年的时间都等不了。别等到1000年以后，所有人都遗忘了我。得想办法让3师尊去太阴星上啊！可是我这贸然提议，似乎也不好。不用你提议，我都是要去太阴星的。青青，快看，狗是狗。
嘴巴和太阴星相当，难道这狗是笑月神犬？我失职的哮天犬的升级版，看着笑月神犬的气息，分明也是凶兽量劫中幸存下来的凶兽。这个时候出现，难道是要真的去吞食月亮？该不会帝俊推演到了天狗食月的这个事情的发生，打算带着女娲娘娘，顺便把这天狗事件解决，然后抱得美人归吧？这太阴星毕竟也是盘古眼镜所化，也是3位师尊的亲戚了。日经轮，月经轮。哎，有烟无伤也是定理了，不怪你们，这哮天犬的老祖宗果然还是有点实力的。以后说天狗不能食月的，我得出来帮着证明一下。姐姐，这下子如何可好？我们再尝试一轮攻击，若是还不能将这笑月神犬给打退，妹妹你就择机逃跑，剩下的就交给姐姐我就是了。姐姐，我才不会逃跑呢，要走一起走，要守着太阴星，我们便一起守着太阴星，大不了就一起葬身在此。姐妹齐心，其利断金，好样的！洪荒的姐妹情果然要追溯到你们太阴女神3师尊，等会瞅准时机出手，别等着2位太阴女神吐血，咱们需要注意进场时机。我自然晓得，那就让我们放手一搏。飞鬼才纵 ，Here we go。退，这难道就是天地无极万里追踪？这是现仙剑，上清道友，多谢上清道友帮助我们姐妹脱困。不用谢我，要谢就谢我徒弟吧，我是来帮他来采集星辰之精，这才发现你们姐妹的。又是我，算了，不管了，我救我吧，感谢我也不是不行。2位姐姐，是我让师尊出手救你们的。可可爱爱，没有脑袋，你们现在是不是这样想？没办法，本莲花现在没有化形，只能以这个形式和你们对话，最多就是变个颜色，红的和白的，不会轻易给你们看的。她是周青青，我们3清的大弟子，听说太阴星上有着洪荒10大极品先天灵根之一的月桂树，吵着让我出手。3师尊情商拉满了，这么一说，我们岂不是真的能去太阴星做客了？原本以为是英雄救美，结果反而是吃货历险记吗？那我们就去太阴星上一起喝酒赏月吧。我姐姐拿着桂花酿了桂花酒，做了桂花糕、桂花粥、桂花酱、桂花糖。我勒个豆！桂花一条龙，西河竟然这么的贤惠吗？完全不知道，想吃。太清道友打算如何处理这笑月神犬？这狗青青说想要带回东昆仑当看门狗啊，又是我吗？看门狗的确不错，3师尊眼光还行哈，以后撸猫遛狗，连生赢家了。就是你，青青果然还是要狗的，这下子顺眼多了。上清道友，青青已经答应做客太阴星了，作为师尊的你，应该不会不去吧？那就叨扰了。对了，西河道友，我们还需要一些太阴之精，你这里应该也有吧？这都什么时候了，3师尊还惦念着练剑呢，没救了。哎，3师尊就知道论道，我也不知道2位太阴神女对天地帝俊和东皇太一到底有没有意思。世界有阴阳，2位道友修炼太阴大道，对于太阳大道又如何看呢？星空天界的至尊星辰，除了太阴星外，还有2位太阳星主，他们现在可是在洪荒之中声势浩大。那2只3足金乌去做了天地和东皇，自身太阳大道已经算是放弃了，他们走的是其他的正道之路，我可没有什么看法。长熙果然对天地帝俊和东皇并不感冒，言辞之中甚至还称呼他们为3足金乌，看起来他是没有什么成婚的意思的。天地帝俊和东皇太一能够汇聚妖族，建立天庭，维持周天秩序，我们应该给他们足够的尊敬，别老是叫3足金乌。可是他们放下太阳大道也是事实啊，我又没说错。西河看起来倒是对天地帝俊和东皇太一表现出了几分尊敬，可是也完全没有表现出爱意的，果然还是走的先婚后爱的路子。西河、长熙姐姐，那要是忽然有谁说要你们配合太阴、太阳合道共走大道，你们又怎么想呢？当初东王公便以这个为由去西昆仑来着，还是我和3师尊出手将东王公打跑的呢？的确有这回事，那我也出手，学上清道友，将他们给打走。做妹妹的果然想得更加少一点，不过看这个样子，长熙的问题解决起来毫无难度，果然还是要放在西河的身上。阴阳大道的确是3000大道之中排名靠前的大道，可是像东王公那样的强行配阴阳的话，的确也不行。与其那样，还不如自己修行大道法则。况且我还不是独自一个，还有自己的妹妹，更是完全不需要担心。果然西河姐姐考虑的更加的多啊，看来我完全的不需要担心天地帝俊说出什么太阳、太阴天作之合这样的话了。
说太阳，太阳就到。两位道友这儿又来客了。西河道友、长西道友，我听白泽说太阴星好像遭遇了凶兽笑月神犬的攻击，那笑月神犬吞日食月，神通不凡，你们姐妹也帮着我们化解了一场无形的危机，我们兄弟特来此表示谢意的。白泽告知，帝君你还需要白泽来告诉你凶兽出现。欢迎两位道友来我太阴星，只是两位道友倒是不需要感谢我们姐妹，是上清道友出手驱逐了笑月神犬。原来是上清道友出手，我身为天帝，忽视了凶兽的出现，差点就让周天秩序混乱了。不过顺手为之，刚好上清道友也在。西河、长西道友，我和太乙便请他做个见证，求取两位神女。太阳星和太阴星都是星空天界至尊星辰，正是天作之合，你们意下如何？地位相当，天作之合，这不就是刚才小青莲所说的话吗？你们该不会还说太阳和太阴正适合阴阳合道吧？看来长西道友和我们想到一块去了，我正有此意。看来河东王宫是一路货色了，不答应，我们姐妹可不会答应你们的。帝俊道友，不用管长西这孩子，不过求娶这事情便不用谈了。长西不愿意成婚，我们也不可能因为太阴太阳天作之合就在一起的。西河道友别急着拒绝，你们姐妹可能对我们兄弟的认识有一点点的偏差，我们先不谈成婚与否了，咱们就多交流一下太阳和太阴的感悟，一边论道，一边好好了解一下彼此。阴阳合道的确是最好的办法，可是谁说你们就一定代表太阳了？西河姐姐可也是太阳女神，根本用不着你们好吧？只是姐姐现在没有意识到太阴转太阳。西河道友、长西道友，阴阳合道的确是一种直通大道的方法。帝俊道友说的没什么问题。然而天无绝仙之路，阴阳结合也不是一定需要你们配合。西河道友半生灵宝是日经轮，三合阴阳转化之理，他完全可以以太阴之道借助日经轮转化为太阳之道，然后和自己的妹妹同修大道庙里。我勒个刀！三师尊说得好，姐姐，看来正如上清道友所说，未来无数可能，不如现在重新审视自身，看看能不能产生新的变化。若是可以，姐姐都能去做太阳神女神了，我们姐妹都可以自己愈日愈月了。放心吧，你西河姐姐本来就能成太阳女神的，如今被我三师尊这么一提点，必然会生出新的感悟。帝俊道友还要留下跟我们一起论道吗？哼，上清道友，不如你我重新将昔日33天没能完成的比拼继续一下。帝俊这是有火没地方发，想要一股脑的来和三师尊较量一场了。依照三师尊的性格，那是必然会答应的，就是希望三师尊别忘了要好处。帝俊道友，此地毕竟是太阴星，绕过我和我的贵客论道，恐怕有所不妥吧？没有关系，西河道友，我可以和帝俊来一场问道，只是想要我和你比，咱们便拿出彩头来如何？天庭在分宝岩的时候也得了一些灵宝，只是我都不知道是什么，根本没法要。对了，洪荒10大极品先天灵根之一的扶桑树还在他手里，这东西有用。三师尊，我有这黄钟礼，咱们拿这个做彩头。我的话就拿出洪荒10大极品灵根之一的黄钟礼了。那我就拿出扶桑树。果然是天帝，老铁大气，补上黄钟礼的名号。那么帝俊道友，咱们开始吧。那就走，我们去往星空之中比拼。这个作为3星水24品造化青莲的小青莲，只能靠吞噬别的莲台来提升修为。我的修为终于突破了，我能够感觉得出来，只要我3花聚顶突破大罗金仙，便是我周青青化形之日。3清首图竟然在大罗金仙化形，好强！后图现在对土之大道的感悟飞速的提升，对轮回大道法则有所感悟，只是距离建立轮回还差很远的距离，想快速的从他那儿获得轮回紫莲并不现实。我带着开明兽去昔日的深渊附近，想要去寻找那时黑莲的踪迹，并没有什么发现。看来现在便只剩下西方的那2位师弟了。我打算趁此机会去西方走走。通天，你闭关稳定境界；元石，你继续看着巫族变化吧。明白。青青，走吧，大师尊带你去看一看西方的风景。若是可能的话，咱们去那须弥山上找接引道人，将那功德金莲给你要过来。我勒个刀！竟然听到大师尊要去西方二圣那儿为我好使2品功德金莲，这可是一个相当有难度的活儿。现在去西方，倒像是我和大师尊去西天取经了。要是加上2师尊和3师尊的话，也是师徒4人，想想还挺有趣的。西方取经，西方2人就算是正道成圣，那也是旁门。难道在一个时间段中，西方气运大盛？你挑着担。西方灵气匮乏，居民山被罗喉做了手脚，不好推演。那我开导航吧。你换新手机了？对呀，原来那个手机太卡顿了，我就在转转上买了台新设备，用着顺畅多了。而且我发现转转的2手手机好划算，像我这台苹果14才2300，
比新机便宜了2000多。转转官方验的手机都经过多轮检验，比一般的二手更靠谱。而且转转不只有手机，平板也只要2400多，买靠谱的二手，我推荐转转。这么便宜，我也去看看。洪荒西方和东方果然不是一个画风，想要从接引刀人手中薅得功德金莲的难度有点高，与其去找接引刀人，还不如去找灭世黑莲和噬神枪呢。5天后来能先动魔劫，全都是从内部发生动乱的。须弥山之下应该还有着残存的魔族，噬神枪不说，灭世黑莲应该就藏在这须弥山之下。恭喜师兄寻得未来之影，不久之后应该便能够斩出未来神了吧？师弟，大师兄已经到了西方，正朝着我们西方赶来。还请老子怎么会来？我们这西方贫瘠之地，我可看不清大师兄的来意。不过等会儿你可别叫大师兄为道友，我们终究是玄门的记名弟子，该有的尊重还是得有的。师兄我知道，不会落他们口舌的。灵脉被炸，这须弥山竟然还能够完好无损的屹立于西方大地，这就是魔祖罗侯的手段了。不愧是能合到祖正风的存在。准提道人见过大师兄。哇哦，接引道人和准提道人叫大师尊大师兄，没想到我还能见到这个场面。他们脱离玄门的时间太长，我都差点忘了他们也是名义上的玄门弟子了呢。这几名弟子是他们求着当的，最终竟然还能脱离玄门的。天道红军竟然还能答应。见过2位师弟，我昆仑山上的开明兽遭遇了魔染，变化为凶兽。我们最近发现那魔气的来源正是来自西方须弥山，此番来此是来追寻魔宗的。原来大师尊来须弥山不仅仅是为了12品功德金莲，师尊们根据开明兽的凶化找到了魔族的踪迹。大师兄，我们师兄弟在须弥山这么久了，可没有发现这里还有魔族的踪迹，您是不是感应错了？怎么，你在质疑大师兄我？大师尊这大师兄这么帅的，我这个大师姐也得好好学学这个气度。此话一出，师弟们如何质疑？气质这块拿捏得死死的，嘿嘿嘿。大师兄说有，那就是有了。师兄赶快进我须弥山中，若是能够寻找到那魔族踪迹，也算是功德一件，对于天道而言，也是一件好事。哦，看来你们是允许我在这须弥山中搜寻了。那是当然。看来他们现在还是不相信须弥山中有魔族啊。也对，魔祖罗侯当初的境界可是混元金仙圆满层次，要是轻易的被现在的西方2人发现的话，也称不上魔祖了。师兄尽管自便，那让我来带师兄走一走须弥山。无需如此，等到我需要你们的时候，自然会喊你们的。师弟现在是还记着上清通天扫你面子的事情。3清气运一体，上清通天当日初见，让我难堪，怎能不记？师兄该不会觉得还请老子真的能够在须弥山上找到什么东西吧？我的眼中可是没有看到任何的因果啊！哇靠，西方2人组真的没跟来，我都以为准提道人脸皮那么厚，怎么说都会跟上看看的。看来我想多了。青青，昔日你曾经在分宝岩上寻的竟是白莲，如今你便出手给我感应一下，这有没有12品灭世黑莲？听闻魔祖的半生灵宝便是此莲，你如今说不定可以感应得到。大师尊，你都把我的打算想到了，看我表现就行了。大师尊，感应到了，就是这里了。须弥山、霸山、七海之上都无有踪迹，没想到他竟然藏在这尊莫罗咒中。为首的是天魔王波旬，他竟然没死。这个3清首徒在吞噬灭世黑莲之后黑化，痛，太痛了！我的黑化之力要觉醒了，黑化之后强10倍，从此我为周黑呀！接上集，太清老子寻找灭世黑莲，发现藏在须弥山的魔族。为首的是天魔王波旬，他竟然没死。太极图，要是我拿着魔祖的是神枪的话，怎么会害怕你？是神枪这件先天之宝果然不在这里，不然的话，我应该也是有所感应的。等着吧，魔祖罗侯归来之后会为我报。一言不合就自爆，还真是有魔族作风。不过你这个自爆，应该只是想要将12品灭世黑莲给送走吧？你以为我大师尊会上这当？多亏了太清老子的太极图法力镇压，如今倒是便宜了我。多谢2位师弟帮我阻拦这12品灭世黑莲，看来此宝与我有缘啊，自爆都没跑掉。大师尊，你抢了准提道人的台词了好不好？不过这听着好像还有点爽啊，12品灭世黑莲还真和我们有缘。痛，太痛了！我的黑化之力要觉醒了，黑化之后强10倍，
从此我为周黑呀。拍下回去给2弟、3弟看。大师尊，你换手机了？对呀，原来那个手机太卡顿了，我就在转转上买了台新设备，用着顺畅多了，而且转转的二手手机好划算，像我这台苹果14才2300，比新机便宜了2000多。转转官方验的手机都经过多轮检验，比一般的二手更靠谱，而且转转不只有手机，平板也只要2400多，买靠谱的二手，我推荐转转。大师兄，我与师弟感受到了会员金仙层次的自爆，这才赶来，违背了先前的约定。没事，原谅你了，反正也没指望你们不会来，区区小事，不足挂齿。如今须弥山上魔族隐藏已经确定，剩下的便交给你们了。你看那波旬在自爆的时候都说有弑神枪，我得了12品灭世黑脸，说不定2位师弟便有缘法获得此至宝。大师尊，你人也太好了，在2位师弟的心中，你应该就是全洪荒最好的师兄了。多谢大师兄，剩下的魔族便由我们来解决吧，我们也能接住一些功德。说到功德，接引师弟，我如今得了12品灭世黑脸，想要将剩下的莲台也一并收集。我若想要你那12品功德金莲，需要做些什么？大师尊得了12品灭世黑莲还不打算走，这是想要在须弥山上将12品功德金莲给拿到手啊！灵宝乃是身外之物，大师兄要是想要，我自然也舍得给。西方之地贫瘠，远不如大师兄所在的东方。若是师兄能够借东方气运给我们西方，这12品功德金莲就算是送给大师兄也无妨。接引，祝你火化必有舍利子，一天天的想要大兴西方，最后还不是靠我的师弟师妹们修出舍利子，修补了西方灵脉才大兴的。你们2个圣人，就连正道成圣都是许下大宏愿，借着天道功德成圣的，纯纯的花辈圣人，还在这说什么发展西方？舍利子，西方灵脉，西方属金，灵脉被炸，金属性缺失，将自己大道化为舍利子，便是能够一定程度的加快灵脉的修复。你我都没有正道成圣，尚且做不到代天执道这样的大事，东方气运界给西方这样的事情，不是我能一言而决的。那么我虽然不能答应你们将东方气运界给西方，可是改善西方的环境，我却有着好办法，而且还能让你们2个获取一些天道功德，对于正道成圣也有着帮助。咦，大师尊这是要干什么？大师兄，你是说我有着修复西方灵脉的办法，需要2位师弟的配合。看来大师尊此来西方为我要功德金莲，完全是做好了准备的。看来不需要黑化的我出手了，也是，真要是黑化的我出手，便能够轻松的知道他们的极限，那就没什么意思了。黑化在解决完西方事件之后，得好好的研究一下这玩意。在这须弥山上，我们也不好说，不如就去洪荒灵脉炸掉的地方，上个2劫之中祖龙深化龙脉，使麒麟深化麒麟牙的事情，2位师弟可曾知晓？太清老子该不会是说要我们2个深化灵脉吧？我的方法和他们类似，却还是有点不同的。西方灵脉属性大多都是金血，我有一法可以帮助2位师弟将现在所修大道汇聚起来，帮着西方重新炼金行之气。若是成功，不仅能够加快灵脉的修复，还能让2位师弟获得天道功德，到时候也能够更加轻松的正道成圣。若是大师兄你说的真的有效果的话，这12品功德金莲便送给师兄便是。准提师弟修行因果大道法则，接引师弟修行寂灭大道法则。你们这2种大道法则，在我的推演之中，确实可以将其凝结为舍利子，然后用自身舍利去牵引洪荒金行，恢复西方灵脉。我勒个豆！大师尊现在他要道果为因，传下舍利大道，提前的让西方2人组在这个阶段受到指点。舍利子，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识，亦复如是。舍利子是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大师尊这是直接的推演出了舍利大道的总纲，舍利子一出，12品功德金莲也是直接到手。西方之地一点都不贫瘠吗？好东西多的嘞。2位师弟，接下来你们不妨便利用自身舍利之光来修复西方灵脉，想来必然会引得功德降下。金色传说出金了，果然接引道人和准提道人的舍利能够加快洪荒西方灵脉的修复。我是时候离开了，希望2位师弟能够将西方恢复更好，获得更多的功德。多谢大师兄了，不仅帮着我们发现了须弥山的魔族隐患，还帮助我们找出修复西方灵脉之法。记住你们现在的态度，等到以后因果大道修成，知道我大师尊道果为因，可别恼羞成怒哈。实在是你们空头支票开的太多，一味的花呗借贷可是不好的。2位师弟，如此便告辞了。看你们修行，我也有所感悟，就不在西方逗留了。师兄，太清老子是不是消失的太快了？他送我们一场大功德，便只要求了12品功德金莲，是不是有点少？大师兄为玄门大弟子，帮助一下我们也是应该的。你觉得他要的少，要不把你的七宝妙术也送给他？师兄说笑了。大小姐驾到，阿猫阿狗通通闪开。
这个作为三清首图24品造化青莲的小青莲，今天终于要化形了。我这三花置顶到底开哪一德？这可真是幸福的烦恼。黑莲，我们刚刚想到青青你三花尚且有一花未开，觉得你最好选择黑莲，黑白相对，业火熊熊，必然能让你突破太乙，进阶大罗。正是如此。多谢三位师尊，那我就优先炼化12品灭世黑莲了。这是天魔大法，魔道的根本经文，没想到灭世黑莲里面藏的魔道的根本传承。天魔大法，魔祖罗侯的遗留。青青，12品灭世黑莲乃是魔祖之物，你可有所不妥？看来几位师尊还在关注我的呢，我得赶快把这天魔大法给三位师尊看一看，我自己能够黑化了，三位师尊也得会黑化啊！魔族可是能和道祖抗衡的，若是将来打不过，大师尊直接黑化太上天魔，二师尊黑化元始天魔，三师尊在整个大自在天魔，通通黑化，必然有一战之力。三师尊，我可是发现了好东西，魔道的修行法门便在这12品的灭世黑莲之中，我给你们看一看。赶紧拍下以后慢慢看。二弟，你换新手机了？对呀，原来那个手机太卡顿了，我就在转转上买了台新设备，用着顺畅多了，而且转转的二手手机好划算，像我这台苹果14才2300，比新机便宜的2000多。转转官方页的手机都经过多轮检验，比一般的二手更靠谱，而且转转不只有手机，平板也只要2400多，买靠谱的二手，我推荐转转。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是故需胜时，而不足胜有余。你们注意到没？青青不假思索的便说出了太上天魔、元始天魔和大自在天魔来指代我们黑化后的样子。大兄，你的意思是，未来的某一时间，我们真的去修行了这个法门？看来这个法门值得我们推演。青青说的对，我们多一个底台，便多一个改变的可能性。没想到这灭世黑莲之中，竟然还有这样的变化。我们给青青寻找他的部件，实际上我们也是获得了诸多的好处。行了，青青，你可以将天魔大法收回去了。你三师尊我已经全部记下了。三师尊你好得意呀，都这个修为了，你还不一眼记下，那也太无能了。天魔大法我已经领悟，不日便将化为最初天魔。是不是做过火了？这我听说的元始天魔好像很多都是反派老大啊！二师尊一黑化，后果是不是不太妙？我是不是释放出了不妙的东西出来？二师尊别黑化了。青青，天魔大法我们已经掌握，对于我们都很有用。不过放心吧，混元金仙层次的魔道只能被我们利用，绝不能被魔染的。你便专心修炼，准备化形吧。大师尊果然绝对冷静，太上天魔也是这样子无情。这天魔大法对三位师尊有用就好，我现在就去修炼，争取早日化形，登临大罗，不给三位师尊丢脸。这是命运长河，我以为会是时空长河，没想到还能见到命运。也不知道三位师尊当初化形有没有经历雷劫，三位师尊怎么躲这么远？我还指望着他们给我说一句公主请渡劫呢。算了，让雷劫来得更猛烈一些吧。我的主词条可都是防御，我今天就要数数你到底能降下多少雷下来。第一条，更金神雷。第二条，以木神雷、五行神雷，看不起谁呢？先天五方旗可都是我的莲叶。36种了，别挠痒痒了。81种了，就这108种了，行吧，花样还挺多。129599，紫霄神雷，算你狠，早知道会有这么多，我就不数了。我勒个豆！混沌神雷，混沌神雷为毁灭，毁灭之后便是大造化，我终于能化形了。先天五方旗归于五脏，几大莲台上升元神，导莲灯化为金丹，哈哈，我现在必然是化形成了洪荒之中的无双美女，兼具了各大女神的优点。只是我为什么只能看得到开明兽和笑月神犬？三位师尊应该是用了法天象地的神通了吧？故意在我的莲池旁边变大，搞笑。这是谁家小孩跑我们东昆仑了，哈哈。我的化形不可能这么可爱，我要的是甜妹，御姐要的是性感，怎么化形反而成 Q 版了呢？九转玄功法天象地，我操！金刚芭比版周青青，我被混沌神雷背刺了，变成了小萝莉了。三位师尊，化形不应该是按照我的心意画的吗？怎么我会变成这样呢？青青放心，不管什么样都不影响你练剑，咱们的剑大小如意。按理来说，你修炼了九转玄功，操控自己神躯大小如意，现在这样只可能是因为你本源未全了。放心，有办法，你只要继续修行，身形自然可以继续成长。若是你能将混沌青莲所化的本源都集齐的话，绝对是能够化为你想要的形态的。混沌青莲，算了，反正总有一天能变成大美人。哎，黄钟离，
你怎么知道我成为大罗金仙了？哈哈，温格，你怎么知道我成为大罗金仙了？没办法，化形就是大罗金仙，这就是底蕴。说起来，我现在境界突破，也成为了三清首徒，也不知道这第一位师弟会是谁。二师尊和三师尊这个时候差不多也应该收徒了，到底是二师尊的南极仙翁会是我的第一个师弟，还是三师尊的多宝道人是我的第一个师弟呀？大哥，三弟，我突然之间心血来潮，确实要出去一趟。三弟，你没有心血来潮吗？这会应该也是有缘法才是。青青，你现在的修为已经晋升到了大罗金仙，有着诸多的保命手段，也该自己下去历练一番了。现在巫妖亮节就在这昆仑山上苟着不好吗？算了，下山就下山吧。大师尊也是为我好，我正好去遛一遛猫狗，就当散心了。只准你一个去，开冥兽、笑月神犬和四不像都要守家。行吧，一下子就看穿了我的别有用心，去就去。我现在可是周大罗金仙青青，谁见了我谁倒霉好吗？大师尊，那我走了。没想到本大小姐还有被逼下东昆仑的一天，想我当初第一天来这儿可都是想着化形就逃跑来着，这么一说好像也行，我就把它当做原本时间线的演练来试试水，代号远离三清，逃出东昆仑。二弟和三弟都去找自家弟子了，我也该去找自家弟子了，可惜玄都都没出生，那我也只能去找青青了，真是可惜。这个作为三清首徒24品造化青莲的小青莲，在化形第一天就被师傅赶下了山。既然都已经下山了，那么我就好好历练一番吧。有了，既然是大师尊让我历练，我不如就去把他的灵宝取走吧。就是不知道空瞳翼能不能提前出世，我若是将他找到，然后直接的将其甩到大师尊的身上，岂不是帅爆了？说起来，空瞳山在哪来着？不是吧，第一次历练难道我便要迷路了？洪荒也没个导航。对了，我可以用奇门遁甲神通来推演啊，这神通可是洪荒之中的导航啊。叶子，没有你我可怎么活啊？叶子，要不是你，我都想不起奇门遁甲了，谢谢你啊，叶子。啦啦啦，进山寻宝了。大罗金仙层次的熊猫，大巫夸父，十大妖帅之一字铁的手下，我便要让你见识一下我夸父的厉害。我都和你说了，资铁虽然也是食铁兽，可是和我可没有关系，你找错对象了。十大妖帅之一的资铁的确也是一只食铁兽，可是其本身的确不是熊猫。不管了，我出手将他们两个都解决掉。既然是历练，这三位师尊的本事，我得都施展一遍才是，不然如何能够显出我三清首徒的本事？太清、玉清、上清神雷，太清、玉清、上清仙光。不错不错，看来以后完全可以让青青自己出来了。这不是九转玄功吗？轻松轻松，看来我挺强的嘛。我要想下杀手，他们一个都跑不了。夸父，和你交手的这个食铁兽不是十大妖帅之一的那个食铁兽，你找错了。对了，我的九转玄功是和后土娘娘学的，你懂了吧？行了，既然你知道错了，那么就该补偿一下这位食铁兽，你便带回五祖好好供养一下他，表示歉意吧。既然是我搞错了，那么补偿是应该的，那么我就带他离开了。您的名字是？三清首徒周青青。哈哈，我这样做是不是有一点手徒风范了？我勒个豆！怪不得是你小子逐日的，你就天生该吃这碗饭。搞定，现在就看看这空瞳山之中到底有没有空瞳印吧。果然是人皇印，回去就给大师尊。只是这样的话，我不是还得给二师尊和三师尊一个级别的宝物，不然我这个徒弟太偏心了，不好。没事没事，大师尊会帮你说话的，你二师尊和三师尊绝对没什么意见，谁让他们都去忙着找第一师弟去了。我来想想，现在能和空瞳印差不多的灵宝有些什么？算了，给师尊寻找宝贝就不应该是我这个徒弟想的事情，那就给我的师弟们找吧。南极师弟的话，我要不给他找上一棵上品的桃树。多宝师弟的原型是多宝塔还是寻宝鼠来着？这个回去的好好看一看，不过总归是和宝有关的，送他一把上品的宝剑算了。不错，回东昆仑等待着二弟、三弟和青青的归来。南极仙翁见过老师，很好，你为我门下的第二个弟子，上面有一个师姐，唤作青青。等到你回到东昆仑，记得多讨你师姐欢心，你可明白？弟子明白。
寻宝鼠能够寻找灵宝的洪荒异种，果然是能够称得上夺宝的。以为我们下2弟子上面有个师姐周青青，她非常喜欢毛茸茸，也非常喜欢宝贝。多宝你好好表现，我相信你。走，回东昆仑。哈哈，果然是我先。青青，二师尊在那南方之地给你收了一个徒弟回来，赶快出来见见。果然还是慢了一步嘛。青青，快出来！3师尊新收的这个徒弟本体乃是寻宝鼠，你一定会喜欢。青青已经让我赶下山历练去了。行了，二弟，既然你先回来，南极便是第一师弟了。3弟你也别闲摆什么跟脚了。青青喜欢的是不化形的，多宝都已经化为先天道体的，还谈什么喜欢？这收弟子都是你们自己的事情，和青青有什么关系？大师尊、二师尊、3师尊，我历练回来了，哒哒哒，啦啦啦！这个作为3清首徒24品造化青莲的小青莲，第一次下山历练寻宝，终于回来了。3位师尊，我历练回来了。大师尊，我去历练的时候发现了一件特别适合你的极品先天灵宝，叫做空瞳印，现在就拿给你。二师尊，我发现了一洪荒极品先天灵根5真松，也给你带回来了。3师尊，我找到了洪荒异种灵根通天剑木，也给你带回来了。不对啊，不是桃树和宝剑吗？通天剑木，洪荒中没有品级的特殊灵根，还有这通天24，果然神异。本来想着给多宝师弟找把宝剑应付一下，可是上品的灵宝我知道的委实不多啊。这通天剑木我刚好知道在哪，索性便拿回来了。早知道替青青寻得一把上品宝剑放在路上，这失色了啊！我去兜广之野转了转，便是发现了剑木种子，运气不错。青青果然是福德真仙。二师尊果然喜欢将福德真仙挂在嘴上，看来南极师弟现在应该已经收下了。青青，你做得很好，快来见见你2师尊和3师尊新收的弟子。南极仙翁先回来的，他便是你的2师弟了，乃是极光所化，多宝道人为3师弟，他是洪荒异种寻宝鼠。南极仙翁果然是大弟子吗？多宝师弟本体是寻宝鼠。多宝见过大师姐。2位师弟果然有眼力见，至于师姐的见面礼，就只能请你们吃灵果，喝灵酒了，灵宝就别指望了。南极师傅今天得了5真松，以后会用1只松木来给你炼制法宝，以便将其系在师姐的头上。多宝，你也有份，日后我会亲自炼制一柄通天仙剑，真是沾了你师姐的光。我勒个豆！2师尊和3师尊的做法深得我心，没错，就是这样。多谢师姐。天地之间的节气好像加重了一点，巫族和妖族恐怕又要开始争斗了。巫妖之间的第2次大战要开始了吗？巫族的12都天神煞大阵终于要出来了吧？只是帝俊的周天星斗大阵还不完美的话，也唯有道祖红军能够出来制止12都天神煞大阵凝聚出来的盘古真身了吧？盘古真身？咦，不对呀，说不定这回巫族甚至都要打上36天呢。若是到时候祖巫们在33天耀武扬威的话，按照帝俊的性子，反手估计就急着打上3清天了。12祖巫有着凝聚祖巫真身的12都天神煞大阵，也不知道3位师尊有没有什么元神合一之类的阵法，真是好奇啊。青青，如今你刚好有了2位师弟，我们便趁机来一次集体的讲道吧。当然，青青，这个主要是给南极仙翁和多宝2位新师弟讲的，你作为师姐也就跟着听听就是。盘古开天辟地，元神化为3清，便是我们。我们虽然为盘古元神所化，可是自从诞生意识之时，我们便只是3清自己。我们3清是兄弟，却又彼此独立，我们并没有什么元神合一化为盘古元神的法门，就算是有，我们也都不会去动用的。无论是元神还是肉身，既然诞生自我，就应该去寻找契合自己的大道。我们3清自化形那日起，便已经决定不走父神之路，而是走3清自己的道路了。你们3个都给我记好，心有多大，你们的道才有多大。想要彻底的踏上大道之途，这一点才是最重要的。原来3位师尊真的是没有元神合一的法门的，怪不得在原本的轨迹之中，3清都没有和12祖巫有什么交集。若是3位师尊能够将这个想法传递给祖巫就好了，若是他们有着自身成就盘古这一想法，说不定也就不会落到覆灭这个局面了。告诉祖巫，自身成就盘古。想要告诉祖巫一些道理，必须是得将他们打服才行。我倒是有一个想法，我们不妨在12祖巫打上3清天的时候出手，那个时候我们便可以名正言顺的出手了，而且还能代替天道红军。我们不能元神合一，那么自然也应该是用出和周天星斗大阵、12都天神煞大阵匹敌的大阵才是。不如就拿我的诛仙剑阵来，我的诛仙剑阵在青青的嘴中可是同一层
次的大阵，大家人手一把仙剑不就可以了吗？这样的话，不是差一个，我一个持2把仙剑不就行了？那样的话，还不如让大兄一气化三清，自己动用诛仙剑阵呢。不如让青青执掌一把仙剑，他为3清首徒，如今修为已经到了大罗金仙，也算是和我们都一脉相承。虽然元神修为差点，可是其根脚却能弥补这一份。如此一来，4剑分立，必然能够攻城。3弟，如此你便将其中的一柄交给青青，到时候让他和我们一起出手。3位师尊讲个道，怎么还笑了？我有一种不祥的感觉。青青，你的剑还没有炼制好，也该修行剑道了。我这诛仙4剑之中的一把，你可以挑一柄，我便传你相应剑经。3师尊要传，直接传我4道剑经不就行了？为什么要挑一个呢？有古怪。3弟，剑经就是应该一门一门的传，循序渐进，教导多宝石，你也应该如此。2弟说的对，我们下弟子以后也会如此教导。2师尊说的对呀，我就是想多了，一堆剑经贪多嚼不烂，先就学一门好了。3师尊就诛仙剑吧，我就选它了。诛仙剑为4剑之首，如观其创造出诛仙剑经，青青你便先学这个吧。你要是学会了诛仙剑经，说不定之后还能和师尊一起布置诛仙剑阵呢。别啊，布置诛仙剑阵那得等到下个谅解几位师尊彻底反目的时候，我一定努力，不让师尊们演化成那样。闲来无事，待师传法，猫捉老鼠，开冥兽上。狗拿耗子，就决定是你了，萧月神犬。多宝啦，你去佛教当什么多宝如来，大师姐不怪你，毕竟一切都是大师尊的手笔。可是你这个大师兄也没有什么高光表现，我得好好锻炼你，让你变得更加的强大。这个顿数怎么也得提上来。这个好像和师尊交代的不一样啊，师尊不是说我完美的符合大师姐的喜好吗？这看起来不太像啊。多宝，再跑快一点，明明马上就要追到你了。月月也是。不错不错，多宝，你的遁速和法术施展的速度都上来了。明明，月月，你们的修为再提升一点，再来一轮。南极仙翁确实也是福德真仙，在封神亮劫之中也没多造杀伐，好好培养他一下，让他向着南极长生大帝这个模板去走。南极，你的雷法修行的如何？玉清神雷修行完了，可是还有太清神雷、上清神雷。你师姐我可是见识了无数的神雷，就连那混沌神雷也是见过的。有什么不懂，你可以尽管问我。大师姐，玉清神雷我已经掌握法门，现在便学习上清神雷和太清神雷，一定完成任务。怪不得南极师弟是福德真仙，原来是这么愿意学习的孩子，完全不需要督促吗？哈哈哈，青青，我在金鳌岛上培养通天剑目，领悟通天玄奥，直入太清境界，多亏了你，我都突破了。哎，师弟们督促的不错嘛，奖励你一台新手机。我太喜欢这个手机了，其实我早就想换手机了，就是不知道怎样换才划算。这其实很简单，想换新手机，闲鱼捡漏很划算。99新 iPhone 15 Pro Max 比官网便宜3600元，99新华为 Mate 60 Pro 比官网便宜2900元，还有1000元补贴红包。听起来还不错呢。那可不是全新买不起，而是闲鱼严选更有性价比，件件都验过，还能7天无理由退货。闲鱼真的太神奇了。大弟、二弟，你们也选一把剑吧。咦，这是要干嘛？3师尊怎么让大师尊和2师尊选剑了？诛仙剑既然被青青选走了，那么我便选择这路仙剑吧。我选现仙剑。有了青青的加入，我的地位瞬间滑落第4了。好在后面还有开冥兽和校园神犬，也不至于垫底。青青，走吧。走，去哪？3清天。12祖屋利用12都天神煞大阵凝聚盘古真身，已经打上了33天。天地地训看着已经引导祖屋攻打上3天了。3清天可是姓周的，你可得出手了。我勒个豆！看来师尊们一直关注着局势的变化，这诛仙剑阵应该是提前做好的准备。果然高瞻远瞩。这么下去不是办法，你们维持阵型，我要做出勾连36天的伟力的假象，引诱12祖屋去攻伐上3天，统御36天，天地换法。想要勾连36天，没门！下面33天已经被我们打碎一部分，威力有限，看我们将上3天捣毁，让你这个杂毛鸟丧失力量的来源。有着周天星斗大阵，河图洛书，混沌中防御的他们尚且不能直接被拿下，可是破坏天地力量来源的36天更加的简单。36天的上3天是我周青青的，就算是12祖屋，我都不可能让你们将其破坏掉。是青青，哪来的小皮卡？我们上。果然交流无用，3位师尊也该出来了吧？再不出来，我装不下去了。3清天的主人原来是这么危险的事情，我要冒冷汗了。3位师尊，你们再不出来，3清天的主人真的要放弃3清天了哈。
上3天乃是三清首徒周青青的居所，无论是巫族还是妖族，未经允许都不能随意进犯，就算是祖屋亦是如此。3位师尊如此昭告洪荒，我为三清首徒，是不是太张扬了一点？盘古真身可就在眼前呢，再吹几秒的话，上3天可就被打下来了。咱们要是再不布置4清版诛仙剑阵出来，可就成了在天上吹牛的了。明明是5清好不好？青青，我们会汇聚3剑之力，由你来诛仙。太清眼露仙，玉清眼现仙，伤心眼绝仙。若是寻常之辈，自然不能将这些感悟都用出。可是我是周青青，能够分化3清正道之宝的女子，自然能够承载3清之道。我勒个！这级我都过了，我和3位师尊真无敌，竟然真的依靠诛仙剑阵将现在的盘古真身给破掉了，也不知道红军还会不会出来。三清，你们为盘古元神所化，能够阻止祖屋破坏天庭，很好。36天乃是应天道而出的，运转周天秩序之地，多容破坏。抢了红军的活，红军还得夸奖，是不是贼难受？巫妖2族征战不休，整个洪荒生灵涂炭。如今我便做主，妖族管天，巫族管地，1万个元会之内不得再生任何的争端。我们巫族独尊盘古，你是谁？竟然敢来指挥我们巫族做事？原本轨迹之中，感受红军力量的应该只有12祖巫吧？现在好了，大家一起感受痛楚。妖族定遵天道之命，我将带领巫族退出36天。别不甘心了，帝江小老弟，你们这回的待遇可是比原本轨迹好多了。你们既然已经明白，现在便退去吧。红军这就走了，我还以为夸了3位师尊之后还要给点实质性的奖励呢。算了，红军就指望不上了。3位师尊，别忘了妖族，他们祸水东引到我们的3清天，你们可得为徒儿我做主。这个作为3清首徒24品造化青莲的小青莲来找祖屋，要破坏3清天的补偿，没成想祖屋没见着，却被大巫包围了。不知道此回我付出什么才能够让诸位满意？看青青吧，青青满意就行。化形之后，怎么感觉肩膀上的担子忽然重了许多？我还只是个孩子呀，没见过多少世面。要不是索要赔偿的话，我都是个只会安静的听着大佬们交谈的宝宝。我听闻兜率天有着很多不错的炼丹材料，我大师尊最近忙于修行，缺少炼丹材料。兜率天，这阵天阙之中有着适合炼丹的灵根，还是最近发现的，没想到竟然都能够被周青青给知道。33天的矿脉中的极品神材，你们看着给点，我二师尊要用来炼器。最近想着给自己炼制几件灵宝，想要调用33天中的神材，没想到现在要匀出去这么多给玉清元石。我3师尊也要炼阵，天帝陛下便也分一部分炼阵器的给我3师尊就行。这些都没问题，算是我给3清道友的赔偿。青青，你为上3天的主人，我此番的确利用了3清天，需要什么了结此番因果，尽管提就是了。我勒个豆！天帝就是天帝，果然知道谁才是正主。这样吧，我希望你能帮我找到天界最美的花，给我带来就行了，其余的我都不需要了。没问题，绝对没问题。像是青青你这样的存在，的确是需要33天中最美的花相配。我若是找到，必然会送到东昆仑。妥了，天帝帝君答应下来，看来也不需要我来33天漫无目的的寻找彼岸花了。彼岸花又是天界之花，又是轮回之花，等着天帝亲自送来吧。让妖皇为我们寻找帮助构建轮回的彼岸花，这可真是有你的。此间事了，我们得回东昆仑了。最近新收了几个弟子，得回去教导他们了。三光神水凝聚的速度不错，二师尊，你不是得了个杨柳玉净瓶的极品灵宝吗？可以装点三光神水回去。二师尊的杨柳玉净瓶中原来装了几滴三光神水来着，便被未来的师弟宝贝的不行。如今大师姐有这么多，分你一点，以后也能吹嘘一番。说起来，我们向妖族索要了赔偿，可是巫族那边却是没有去的。我得一视同仁才是，让3位师尊能够有机会全部见见12位祖巫。大师尊、二师尊、3师尊，妖族想要祸水东引，咱们进行了索赔。12祖巫作为出手的一方，咱们是不是也应该去追根到底？我就等着你开口说这个呢。去，当然要去。大师尊岿然不动，原来是在测试我，果然我想少了。星星，巫族刚刚退下天庭，尚且需要整顿，我们现在去有点过早，这回不用空间挪移了，你用自己的神通去巫族，等你到了，我们再去。你先走就行，我们随后就到。万万没想到，来的时候是4个，走的时候却只有我一个。洪荒之中的大罗金仙果然不如狗啊！终于到巫族了，这巫族看着一点都不友善啊！
华父，那不是周青青吗？咱们是不是该提醒一下你的兄弟姐妹们，周青青不好惹？怎么能提醒？你忘了我们回来的时候是如何的被兄弟们嘲笑的？说你和我联手都打不过一个小丫头。如今看这些嘲笑我们的兄弟们挨揍，难道不香吗？大家别去。这个三清首徒有点扎手。你们可真是丢大巫的脸！既然是女子，那便让我先去试试她的水准，别到时候连我的一击都接不下。玄冥部落大巫九凤前来讨教青青道友道法。三位师尊说好我来到部落，他们就到的，竟然迟到了。没想到我也有和二师尊一样被大巫讨教的时候，而且还是出名的大巫。那我就出手了。大义，你不出手吗？周青青和我们后土祖巫有渊源，我可不会出手。你们要想打，只管自己打就是，别扯上我。周青青这么强，就算你不出手，也有的是大巫要出手。完蛋，看样子我被大巫包围了。公公部落大巫相柳。刑天五干七，猛志固常在。没想到我周青青竟然要亲手的将这位猛男给打趴。这位可是砍掉头都会坚持战斗的猛人啊！我要是像之前对付大巫一样对付他的话，恐怕刑天不会善罢甘休啊！是我造化神雷吧，被劈了一个圆规的我领悟出来的神通。三位师尊，你们总算来了，你们再不来，我都要累死了。我的身体可是花做成的，实在柔弱，不适合多动。你们都退下吧，三位道友远来是客，自有我们这些祖巫来接待，你们该干嘛干嘛去。青青小友，你便将刑天也放出来吧。那么高境界的大巫都对小友出手，还被困住，也不害臊。该不会是我打在大巫的身上，祖巫们都服了吧？毕竟人家仅仅只是大罗金仙初期的宝宝，把一堆猛男给打趴了，也算是越级战斗了。远来是客，三位乃是父神元神所化，此番来了，不如来盘古神殿之中一叙吧。盘古神殿，讨厌，这地方可是连红军都进不来的地方啊！都说盘古神殿乃是盘古心脏所化，里面还有制造出巫族的血池，不知道能不能够亲眼见到这个啊？不知道几位来我们祖巫部落之中有何贵干？时间祖巫煮酒宴，12祖巫之中的智者。天地帝俊因为生出打上3天的计谋，已经给了我们赔偿。动手的你们自然也得为自己的所作所为负责。青青是上3天的主人，我们是和他来向你们祖巫讨要赔偿的。二师尊，你又坑自家的徒弟，虽然的确是我说的，可是你也挑明的太快了一点。极帅们、极美们，不要给这么大的压力。三清小莲花看似讨要好处，其实都是来拉你们一把的。我虽然可以通过这个机会要那轮回紫莲，可是后土祖巫和我们之间的关系，只要能够构建出轮回来，怎么也是能够将这灵宝拿到手的。要是不让他们付出一点代价的话，那也说不过去。对了，有了，我想要寻找一件先天之宝，其名为噬神枪，希望诸位祖巫能够帮着我找寻它的踪迹。噬神枪，噬神枪，青青可真是个小机灵鬼。祖巫不修元神，不知天机，想要寻找其他的灵宝，那是一个不可能。可是噬神枪不一样，祖巫们都是修炼神煞之气，噬神枪经历了龙汉两劫，煞气充盈，这些吸收大地浊气的存在，还真的有可能发现噬神枪的踪迹。噬神枪那是什么东东？没听过。噬神枪的气息和这个灭世黑炎类似，洪荒现在应该只有噬神枪会环绕这样的气息了。你们修行神煞之气，对于这些应该都非常的敏感才是。你应该不止这样的要求吧？噬神枪的足迹对于我们祖巫来说也是虚无缥缈的东西，你要还有什么需要，尽管说就是。我勒个豆！还能提要求，祖巫们也太实诚了。其他的赔偿没有了，不过我是希望两位祖巫可以代替诸位受到一些惩罚。祝融祖巫和共工祖巫趁此机会赶快让祝融祖巫和共工祖巫分开一段时间，就当是为二师尊出气了。竟然还想着联手和二师尊打一场，通通分开！哈哈，二位祖巫和我有点小争斗，青青当诸位化形，想着帮我出气，不会做出什么惩罚的。不知道青青想要让他们做些什么？没什么，我只是想要让公公去东海，帮着四海龙族运转四海一段时间。至于祝融，希望他能去南方不死火山见见他拿走蛋的主人而已。青青这个安排挺好，龙族现在都在用36颗定海神珠重新发展四海，让水之祖巫共工帮手，能够为龙族减轻负担。火之祖巫
祝融这火爆的性子，刚好让袁凤去好好的磨一磨。他们两个分开一段时间，也不会演化成什么水火不容的事态。若是到时候回归还有问题的话，那么就知道应该是有其他的存在从中作梗了。为兄弟们受罚不算什么，我愿意去找袁凤道友好好的解释一下昔日的原委，那都是误会。若只是我们两个受罚，但能将我的过错抵消，我也愿意去那四海之中。公公，此时不走，更待何时？我们现在就走，会告诉他们是去受罚的。我现在的修为能说的话就这些了，希望能够改变一下祝融祖屋和共工祖屋的小事吧。接下来就是看三位师尊是就这样离开了，还是留下和眼前的12？不对，我们11位祖屋继续说道了。看来青青小友的想法颇得祝融和共工的认可，如今我们误会消除，也算是一桩美事。我听闻后土妹妹受了诸位颇多照顾，我们这些当兄长和姐姐的，应该早点去感谢诸位的。看来祖屋能够好说话，应该也是基于我们和后土娘娘关系不错，不然的话，就算是33天之中真的打错了，也绝对不是现在这个老是认错的局面。三师尊这是准备帮着祖屋改良12都天神煞大阵吗？我得好好学习阵法，到时候师妹这个阵道天才来了，我才能维持大师姐的风范。到时候我拿出12都天神煞大阵改和诛仙剑阵改来，必然可以让师妹佩服的五体投地，怎么也要比她的9曲黄河阵要强才行。不过师妹的9曲黄河阵也算是阵法中的翘楚了，一个大阵下去，玉虚12仙的顶上3花和胸中武器可都是削尽了，太强了也不好。师妹不也是被大师尊出手给镇压在了麒麟崖下了吗？嗨，大师姐好难啊！我亲自出手镇压了3弟的弟子，想想还有点小离谱。看来为了我们自己，这个阵法都得研究出来，给巫族一线生机的话，我们便也能在这亮劫之中寻找到生机。有了，我推演出了能够调动巫族整体力量的阵法。真有你的，三师尊，阵道技术哪家强？昆仑山上找上清。这个话总觉得有点拗口，不太押韵。上清、通天、老三都不如蓝翔朗朗上口啊。12都天神煞大阵凝聚盘古真身，神煞之气只能由12位分，受到了影响太过严重了。祖屋同样可以炼制小的都天神煞气，让巫族成员帮着分担这份煞气。若是以此来推，我便推演出了2个版本的阵法。我勒个豆！好家伙，三师尊果然是天才，改良的版本还出了俩，这个我得录视频发给师弟们看，一起学习。请你先录下视频回去给你师弟看吧。这盘古神殿隔绝神识，连红军都找不到，你这手机怎么可能有信号？大师尊没问题的，多亏了我这新换的手机，不仅信号好，网速更是快得飞起。青青，你这是换苹果16了？没有，这是我在转转上买的2手苹果15，才3300，就比新款16少了个拍照键，却便宜了2600，性价比超高的。你这么一说，我都想买了。放心买吧，现在新款升级不大，买2手真的很划算，而且转转的手机都经过多轮检测，比一般的2手更靠谱。他家 iPad 也很划算，买靠谱的2手，我推荐转转。上清道友，还请将这阵法的改良之法交给我们。今日3经论道之前，我们巫族都不敢忘。帝江道友无需多礼，我们三庆也因此见识到了12都天神煞大阵，这是互惠互利的事情。诸位道友，若是你们真的想要感谢我们，不如听我们一个建议如何？建议二师尊这是要干啥？玉清道友有什么建议，尽管说就是了。巫妖之战现在有着1万个元会的休战期，红军说要妖族管天，巫族管地。我希望诸位道友能够在这1万个元会的时间之中，好好的管一下地。我们一直都在管地啊，洪荒大地之上，现在没有修士能够打得过我们的。祖屋果然都是一群就知道战斗的家伙，看来最聪明的还得是后土娘娘。如九阴道友，不是这样的，妖族管天，他们建立了天庭，巫族想要真正的和妖族媲美管地，就应该也建立地庭才是。地庭，原来二师尊说的巫族管地竟然是这个吗？难道这就是二师尊顺应天道所得出的结论？顺天竟然如此的可怕！玉清道友说笑了，我们可是祖屋，建立什么地庭？那不是在说笑吗？天庭是维持周天秩序、获取天道功德的，我们不需要。我知道玉清道友是为我们好，这个建议的话，我就不接纳了。二师尊你的建议不错，不过我们不听。祖屋们要是能听进去话，那九幽地府就不会是在轮回之后才建立了。地府，地庭的另外的别称吗？好像听起来比地庭顺耳一些。此言差矣。地江道友，盘古开辟洪荒世界，神化万物，你们身为祖屋，更是独尊盘古，你们自诩
取盘古正宗。说着独尊盘古，却没有表现出任何尊敬盘古的行动。巫妖大战已经破坏了诸多的大地，不过是建立地挺，像天庭一般维持秩序而已，便借口说自己做不到，却只知破坏，实在枉为盘古正宗。依我看，不如妖族甚远。大师尊，你真是我们的嘴替，也只有盘古元神所化的老大上卿说这番话才得劲。太清道友说的话还真是直白，原本我们还打算和3位道友切磋一番，现在看来确实完全不需要了，我们得着手去建立地庭了。帝江同意了，那么祖屋便算是都同意了。果然，会嘴炮的才是主角。大师尊一通嘴炮，果然是将帝江给骂醒了。三清道友，我如今也是领会了诸位的意思，可是我们祖屋其实不擅长这样的事情，想要效仿天庭建立地庭，又该如何的开始呢？后土祖屋与万寿山武庄观的镇元子道友有交情，他的手中有着记载山川地理的地书，能够帮助到你们一些忙。镇元子道友的确是能够做成此事的先神，他在地书之中开辟出地仙界。既然玉清道友说那地书有着这样的功能，那我便去走一趟，邀请他来主持地庭构建之事。除了这个之外，诸位祖屋都可以出面帮着运转地庭，像是煮酒吟为时间祖屋，应该影响四季变换，风雨雷电五行循环都是和祖屋大道相合，同样可以像是天庭一样维持大地秩序。多谢四清道友，你们今日的指点之情，我们巫族都会牢记在心的。接下来你们可就要忙起来了，我们便不打扰你们了。妖帅白泽得天帝命令，给您送来了天界最美的花。天帝在知道这彼岸花是天界最美的花的时候的脸色，别提有多差了。行了，我收下了。看你跑了2回了，便给你吃一个黄钟礼吧。谢谢青青仙子。行了，回去吧，告诉天帝这花很美，谢谢了啊。青青，我看你新得的这个彼岸花似乎有着轮回之意，蕴含彼岸轮回之道月。后土祖屋现在感悟轮回，你不妨将其交给他，帮他一个忙。这我完全不用想理由吗？哇，这彼岸花竟然还这么神奇，那我确实的让后土娘娘看一下这花了。二师尊，我现在就走。